身体好沉，这是哪儿？记忆灌进来。陈峰没爹没娘，大哥死在矿上，留下嫂子和追女，还有媳妇儿。原主嫌他们吃白食，全赶走了。大雪封山，他们在外面找吃的，冻死在了深山里。既然回不去了，就不能像他一样混蛋，得让他们活着，良心才过得去。雪梅，雪梅，在家呢吗？媳妇儿，你哪儿都别去，插好门在家等我。我现在就去要借给他们的半斤肉，晚上管饱。啊，这是烧傻了，竟然笑着跟我说有肉吃。这是我做梦还是他做梦？哪个混不飞不是说赶我们走吗？嫂子，他疯了！咋了？他又骂你了？还是又摔东西了？嫂子，陈峰刚才笑着跟我说要去要别人欠的半斤肉，让我插好门等着，晚上管饱。你说他是不是真烧傻了？吹牛呢吧？这冰天雪地的，穷的就剩喝西北风了，上哪儿弄肉去？谁呀？关门，关门！李维德，哟，疯子，你咋来了？你家老大老二借老子半斤肉，今天还。啥肉？谁借你肉了？我咋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，你问你俩儿子。疯子，你是不是记差了？我啥时候借你肉了？半个月前，你不记得了？行，想起来没？疯子，你就算把我家砸了也没用，我没借就是没借，你有啥证据？好。等等，你可给我消停点吧！我这锅台再让你砸两下就该塌了。那就让你儿子把嘴张开说实话。疯子，你这是上门来吵架的还是干啥的？咱屯里的人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有啥事儿不能好好说？好好说。好，我肉呢？拿来。借了咋的？就半斤肉的事儿，至于上门来撒泼吗？哟，还了就行。谁说还了？我说的是半斤肉的事儿，犯不着这么大阵仗。那你还不还？现在哪有肉？过2天吧。过2天？上回你也说过2天，半个月了，你过了几个2天？今天还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陈峰，你别蹬鼻子上脸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二流六子也敢上我家来横！我改变主意了，现在是半斤肉外加1斤棒子面。啥？利息？半个月了，总得有点利息吧？陈峰，你不会在做梦吧？做毛的梦，老子清醒得很。老子再说一遍，你听好了。你给我松开！半斤肉加1斤棒子面，利息不给，我就把你这条腿卸了当柴火烧。你敢？我爹是好，你爹在杵着呢，你让他来救你。李辉德，你要不要捞你儿子？疯子，你先把脚挪开，有话好好说。确定是好好说？啊，爹！疯子，你消消气，这事儿是我们不对。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。刚才是我糊涂了，志才他们借了你东西，该还，应该还。爹，你给老子闭嘴！疯子，你把脚松开，志明他年轻不懂事，你大人跟老子扯这些没用的，先把东西拿出来。半斤肉我们真没有啊！你看看咱这家哪有肉？你去翻去搜。行。啊，娘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。老子数5个数，数完了还没拿出来，我就不踩后背了，我踩他的手。手要是废了，这辈子还怎么干活？爹，快去拿啊！1，等，我这就去。3、4，在这儿呢。5，打开。李维德，你拿这糊弄谁呢？就这些了，真就这些了。你看看这屋里头还能藏哪儿？没坏，分量也对，差不多半斤出头。行。这是我们家的棒子面，跟你没关系。利息？啥利息？说好了半斤肉，肉给你了，你还要啥？我刚才说的啥？你们是没听见还是装聋？不是心软，是肉已经到手了，踩着也费劲。这是我们全家的命根子，一家4口就指着这点粮食过日子。你把肉拿走了还不够，还要面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关门。这是肉，不是肉是石头啊。
哪儿来的？你管哪来的？还有1斤棒子面，看够了没有？看够了就赶紧做饭，一个烧火，一个切肉，老子饿1天了。我来切肉，雪梅你来烧火。娘，好香！还没熟呢，等着。我不要等，我现在就要吃。吵什么吵？再叫唤，等会儿不给你吃。管你小孩不小孩，老子一个都不惯着。要想活，就得找食物。那么上山是一个很好的出路。可上山打猎，空手去，拿什么打？弹弓、弓箭、铁丝套，弄到任何一样，我就能进山。不行，得弄把正经家伙。铁丝套子得有铁丝，弓箭最趁手，但自己削一把得费不少功夫，而且没好木料，做出来也是个软蛋货。最快的法子，找个现成的。原主虽然是个废物，但在屯子里东逛西窜这么多年，谁家有啥底子，多少知道些。李卫德家有一把猎弓，记得清楚，因为原主以前缠过那把弓，只是没胆量开口。弓，就是那把弓。你瞅啥？瞅你！我告诉你那事儿，我爹说了让我躲着你，但我李志明不是孬种，你别以为踩了我几脚就能。你想干啥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我可不是一个人，我哥在后头啊！又来是吧？这弓谁的？好东西。那是我家的弓，你放下。够用，打野鸡啥的绰绰有余，打兔子也不在话下。但兔子是夜间动物，基本打不了。陈峰，你这直接抢啊！对，老子就是抢，你能咋地？陈峰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，我回去叫我爹，叫我哥，叫全屯子的人来收拾你。你叫啊，你叫来了，老子就跟他们说说，李维多家的小儿子倒扛着猎弓往山上跑，你这是干啥去？打猎？生产队的弓你偷偷拿出来用，被大队长知道了，你猜你爹啥下场？这弓确实不是他家的，是生产队的公务。秋天狩猎队解散之后，弓和几副铁丝套子都收回了队部。李惠德是记工分的，近水楼台，偷偷把这把华木弓藏在了自家仓房里。这事儿屯子里没几个人知道，但老子知道。准确的说，原主知道。原主那个废物二溜子，成天在屯子里东溜西逛，看见过李志明半夜从仓房里拿弓，一直记着，就是没胆子声张。现在胆子到了。你咋知道的？陈峰，你把弓还我，这事儿咱俩都当没发生过。还你？老子问你，你拿着这弓上山打着东西了吗？打着了吗？你看看你，白瞎了这把好弓。你扛着上山，万一逼碰上巡山的呢？万一碰上下来检查的呢？你爹藏弓这事儿一捅就破。他不是没想过这茬儿，每回偷着拿弓出去，心里都打鼓。走在路上看到个人影都腿软。老跟姐你讲个道理。你扛着生产的弓满山跑，打不着东西是小事儿，被人撞见了，你爹的命都得搭进去。你以为就我知道这弓的事儿？周大娘那张嘴你不是不知道，她要是哪天嘴一秃噜，你们全家就会上站着吧。周大娘的嘴那是整个东屯的大喇叭，比队部房顶上那个铁皮喇叭还好使。什么事儿到她嘴里过一遍，半天之内全村子没有不知道的。那咋办？来了，这弓搁你家是个祸害，你带出来用更是祸害。迟早有人看见，迟早有人告，说这辈子都完犊子了。但这弓搁老子手里就不一样了。咋不一样？老子是啥人？二溜子，屯子里谁看得起老子？没人。老子扛着弓上山，谁管？谁在乎？了不起说一句，那个混账东西又不知道从哪儿弄了把破弓，完事儿了，没人深究。这话好像有点道理，可能是我爹藏的。你爹藏的？行，那这弓就是你爹偷的，搁你家仓房里是赃物，搁你手里是证据。你想想。老子替你拿走了，你家就干净了。以后就算来查，你家仓房翻个遍朝天，啥也翻不出来。你爹是不是就安全了？他觉得哪里不对，但又说不上来哪儿不对。陈峰说的每句话拆开来看都挺有道理，连起来听更有道理。公哥家里确实是个定时炸弹，被人告了，他爹真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可这弓被你拿走了，那不还是没了吗？老子又不是白拿你的，老子拿弓上山打着东西了，分你一份。你既不用冒险，又能吃上肉，还把你家的麻烦去了，你说你是亏了还是赚了？分我一份。老子说话算不算数？你回去问问你爹，昨天那1斤肉1斤梆子面，老子赊过你家1天吗？
再说了，昨天老子踩你，踩完就走了，没多要你一根毛。今天老子踹你，踹完也没打你。你在屯子里得罪别人试试。赵有华那小子比老子狠多了，上回谁家的鸡跑他院子里，他直接拧脖子炖了，人找上门他还倒打一耙。老子好歹给你讲道理。李志明站在雪地里，脑子里跟灌了浆糊似的。他挨了一脚，弓被拿了，但听陈峰这么一说，好像自己还占了便宜。那，你真分我？老子骗你干啥？骗你有肉吃？回去吧，别在雪地杵着了，冻出毛病来还得浪费粮食养你。李志明站在原地，看着陈峰扛着弓大步往屯子东头走，脑子还是懵的，总觉得被人卖了，还在替人数钱，但又想不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弓没了，但货也没了。他挠了挠脑袋，空手转身往家走，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陈峰的背影。这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？抢东西还一套一套的。他嘟囔了一句，缩着脖子往家走了。陈峰出了屯子，沿着山脚下的那条老路往上走。山脚下的雪有半人深，但靠近林子的地方被风吹过，积雪反而薄一些，踩上去到小腿肚子。陈峰弯着腰钻进了林子边缘，松树和桦树交杂着，枝桠上挂满了雪，偶尔一阵风过来，簌簌往下掉。除此之外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不是脚印，昨夜那场雪把大份旧痕都盖住了，但这串是新的，3指朝前，1指朝后，间距不大，刨很浅，边缘还没被风吹散。是野鸡，而且就在附近。他直起身，没急着追，先看了一圈四周的地形。左边是一排老松树，树干粗的一个人都搂不过来；右边是一片矮灌木，枝条上挂着冰碴子，底下的雪被什么东西刨开过，露出枯黄的草根。脚印从松树那边过来，绕了个弯，往灌木丛方向去了。陈峰没直着走，他绕了个弧线，从下风口摸过去。冬天的野鸡不好打，得小心。那野鸡很敏感，听到动静很快就飞了。不过它有个毛病，贪吃。野鸡一旦找到一个能刨出草籽的地方，会反复回来。灌木丛前头的雪面上刨痕越来越密，陈峰伏低了身子，几乎是贴着雪面往前蹭。没一会儿，他停动作，慢慢把头探出去。一只非常帅气漂亮的野鸡，男的，果然还是男的俊啊！他脖子上一圈白环，尾羽长长的拖在雪地上，个头不算大，1斤多的样子，正埋着脑袋在雪沟里刨食。陈峰的手伸向背后，从箭囊里抽出一支箭，动作慢，非常慢。箭搭上弦的时候，弓臂发出一声极轻的响。野鸡没反应，还在跑。陈峰把弓拉开，箭头丢准野鸡的鸡头往下的身子，30米距离，得看弓的质量，有点难度。箭矢扎进野鸡的胸土，整个箭套往后推蛮入，力道把往后推半尺远。野鸡扑了2下翅膀，腿蹬了蹬，险些要飞走。1斤出头，虽然瘦了点，但运气不错。回家。下午2点，终于到家。开门。谁？陈峰他打到猎物了，是打的吗？不然柴火哪里来的？他会打猎，他怎么有工具打猎？雪梅，这野鸡他拿回来的。看啥？没见过野鸡？你上山了？赶紧弄，老子饿了。我马上去。疯子，饭好了。陈峰捞2个鸡腿加1大块鸡胸肉，连汤带肉装满满一海碗。陈峰给小林盛半碗肉汤，挑2块软烂鸡肉，吃吧，别烫着。谢谢陈叔。陈峰又给刘兰盛了1碗，肉块给的足足的。谢谢疯子。陈峰剩了半碗汤，加了1块鸡翅膀，加个鸡屁股和一些碎肉，推到李雪梅面前。可惜手里只有弓箭，没带铁丝套子。野兔是夜间动物，白天逮到的概率极低。中了！我打中那个树杈子了。小孩玩弹弓呢？陈疯子，你来干啥？别怕，我就是看你这弹弓做的不错，
想跟你交流交流技术。我娘说了，不让我跟你说话。嘿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看见没？这是啥？沙拌鸡？谁？我拿去炖了。这野鸡咋就剩半只了？那半只呢？那一半换了弹弓。啊，疯子，你拿肉去换个小孩玩的弹弓，这木头叉子哪里直啊？发长实短。这皮筋是拖拉机那台剪出来的，弹性足得很。这木头叉子是老枣木，硬实，打磨的顺手。皮豆子是真牛皮。疯子，我这就去煮野肉。去吧，全部砍碎做肉末，多添点水。好。吃吧。这种天气进林子，弄不好还得把命搭进去。陈叔，你削木头干啥呀？做个玩意儿。啥玩意儿？扣牌子。扣牌子能吃吗？不能吃，但能抓到好吃的。抓啥呀？抓家雀，运气好还能抓到沙拌鸡。陈叔，家雀好吃吗？好吃，拔了毛，用火一烤，滋滋冒油，连骨头都能嚼碎了咽下去。陈叔，你真厉害！陈叔，这东西咋抓鸟啊？下雪天，鸟找不到吃的，饿得发慌，弄点苞米碴子撒在雪地上，把这拍子用一根小棍支起来，小棍上拴根长绳子，人躲在屋里拉着绳头，等家雀钻到拍子底上去吃苞米碴子，你就猛地一拉绳子，啪，拍子扣下来，鸟就全捂在里头了。哇，陈叔你太聪明了！嫂子，把这几个玩意儿收拾了，拔了毛，内脏处理干净，能吃的别浪费，然后在灶坑里烤了。疯子，你拿弹弓打的？不然呢？用手抓的。哎呀，疯子，你这准头真神了！大冷天的，家雀精得很，一般人连毛都碰不着。少废话，赶紧烧。陈叔，你打到家雀啦，厉害！想吃不？想吃就在这等着，一会儿你娘烤熟了分你。姑姑，风叔打到家雀了，马上就能吃了。大冬天的能吃上烤家雀，那得是啥家庭？有了疯子，以后这个家肯定饿不着。别靠太近，小心燎了头发。疯子，烤好了，吃吧。娘，嫂子，你也尝尝。吃，这是疯子特意给你留的。今天必须得弄点肉回来。沙拌鸡的脚印，顶出半斤重。快1斤肉了，够了。大雪封山，再往里走容易遇到狼，实力不足，见好就收。哟，疯子，袋子里装的啥？拿出来我瞧瞧。老子凭啥给你看？少废话，把东西留下，人可以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这逼玩意儿！谁啊？我。疯子，这是啥？沙拌鸡？这大雪封山的，你又打着活物了？回来路上已经拔了毛，掏了肠子，多2只下锅炖上，多添水，弄点热乎汤。疯子，你这打猎的本事真不赖。屯子里那些老猎户，这大雪天都不敢进山，你倒好，出去一趟就能拎回肉来。这算啥？等雪化一化，老子弄头野猪回来给你们开开眼。真要是能弄头野猪，咱们这个冬天可就彻底不愁了。嫂子，这肉炖的差不多了吧？好了，剩下的你们自己盛。疯子，喝口热水顺顺。今天还进山？去南边下几个套子。外头雪厚，你当心点坑。早点回家，这里有我看着。我不在家，门插死，谁敲也别开。我记住了。大雪刚停，动物出来找吃的，脚印最清晰。野兔的脚印，
兔子爱走老路，趟出道就来回跑。兔子道眼，绝佳的位置，立地4指高，刚好卡脖子。5个套子，明天来收。今天就干这些，碰碰运气，弄点鸟。4枪全中，3只家雀，1只沙半鸡，运气真没谁了。周恒，这年头路边饿死个人太正常了，家里还有3个女人要养，哪有闲心管别人死活？缺个跑腿的帮手。周恒骨头硬认死理，给口吃的就能卖命。算你小子命大，碰上老子今天心情好。你救了我，想活命不？想。帮我办件事情。峰哥，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。快起来，往下。峰哥，有什么活你吩咐。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周峰不是咒下背眼，我是你孙子。用不着你下火海，帮我办2件事。第一件，去摸清楚屯子里各家各户的底细，谁家有余粮，谁家快断墩了，谁家藏着好东西，全给我查明白。峰哥，这咋摸啊？粮食就是命，我总不能挨家挨户敲门问吧？那还不被人拿大棒子打出来？动动脑子，谁让你去问了？你长眼睛出气儿用的。峰哥，你教教我。看烟囱，大雪天谁家烧火做饭，烟囱冒烟，冒得浓说明火烧得旺，家里不差柴火和粮食。烟囱一整天不冒烟，或者冒得断断续续的，那就是省着烧，凉快见底了。再看小孩，屯子里那些半大孩子天天在外面跑，你瞅瞅他们嘴边上，谁家孩子精神面貌好，或者嘴角有苞米面渣子，那这家人肯定饿不着。还有呢，看茅房，大雪天谁家不倒尿盆？吃苞米面的拉出来是黄的，吃榆树皮棉籽壳的是黑的。要是好几天连个屎橛子都看不见，那就是吃观音土憋的，快死人了。以前只知道埋头干活，哪懂这些弯弯绕绕。峰哥这脑子，连人家拉屎都能看出门道来。晚上也别闲着，大半夜的蹲大户人家墙根底下听墙角，谁家半夜有嚼东西的动静，谁家为了半口吃的2口子打架，你全给我记下来。记住了，峰哥你放心，这活我能干，天天在屯子里转悠，保证把每家每户的底裤都给摸清楚。第2件事儿，也是最要紧的一件事儿，去给我查查生产队那把挂管子到底在谁手里。峰哥，那枪不是秋天的时候大队长赵福亮说上交到公社去了吗？放屁！赵福亮那老狐狸精的很，大雪封山的，真遇到野猪群或狼群进屯子，没枪全屯子都得完蛋。他敢把保命的家伙交上去？峰哥，你的意思是赵福亮把枪私藏了？8九不离10，就算不在他手里，也肯定在屯子里某个老猎户手里。你给我暗中咋定？定赵福亮那个小儿子赵有华，那小子是个20组，藏不住事儿。要是家里真有枪，他肯定得拿出来显摆。明白了。平时多往他跟前凑凑，听他吹牛逼，看能不能套出话来。还有屯子东头那几个以前打过狼的老猎户，去他们院墙外头转悠，闻闻火药味儿，看看墙上有没有火药葫芦。峰哥，查粮、查枪，我都记下了。记住，你就是个要饭的，是个饿得快死的绝户，谁骂你听着，谁打你受着，别还手，别顶嘴，把消息带回来就行。懂了，跟着峰哥有活路，去吧。有了周恒这个眼线，屯子里的事儿就能了如指掌。那把猎枪势在必得，现在手里只有猎弓和弹弓，打打野鸡还行，碰上野猪狼甚至黑发子根本不够看。手里有枪，腰杆子才硬，才能在这大山里横着走，才能活下来。疯子，起了啊，喝口热水暖暖身子。我出门了，外头今天得去收昨天下的套子。当心点。雪停了1天1夜，山上的动物肯定都出来找吃的了。第1个空了，第2个还是空的。第3个又是空的，第4个套子下在2棵粗柳树根中间的缝隙里，是绝佳的兔子道眼，有货。第4、第5的套子都有货，哈哈，2只加起来少说5、6斤，在1960年的冬天，绝对是一笔横财。想动物不兴，得赶紧放血了，放完血得赶紧开膛，皮能卖钱，内脏也是荤鲜，肠子拿回家用碱水洗洗熬浓汤。弄好了下山，路上还得捡点柴火。绝不能空手。
是周大娘，东屯出了名的大喇叭，遇上她了。哎呦喂，这不是疯子吗？这大清早的，外头冷的邪乎，你这是上哪儿发财去了？上山转转。转转就能转出这么大个布袋来，疯子啊！大娘可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这布袋里装的山上的野味儿吧，看这个头肯定不小啊！疯子啊，大娘家里那米缸都见底儿好几天了，你大伯饿得在炕上直哼哼，连下地的力气都没了。大娘也不贪心，就是想问问你，能不能借大娘一口吃的，哪怕是点肉汤也行啊。等开了春儿，大娘家里分了口粮，肯定双倍还你。周大娘嘴碎贪小便宜，但她是屯子里的情报站。我现在虽然能弄到肉，但名声太臭，李德和一家肯定在背后憋着坏血。赵有华那个二世祖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如果能够把周大妈这张嘴利用起来，让她在屯子里替我造势，把陈疯子不好惹和陈峰有大本事的名声打出去，以后能省去不少麻烦。想要在食物匮乏的时代生存，一家独大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要是别人都快饿死了，你还大鱼大肉，你猜怎么着？兔子急了都会咬人，何况人性？我需要盟友，为以后做好打算。大娘，家里真揭不开锅了。真揭不开了，疯子，大娘还能骗你不责？那个谁，昨天饿得连黄疸水都吐出来了。拿着吧，大娘。哎呦，我的老天！疯子，这可是救命的好东西啊！大娘，这2只兔子我得留着养家里那几张嘴，没法分你肉。这点杂碎你拿回去熬锅汤，给你们家补补身子。懂，大娘懂。你家里现在4张嘴等着吃饭呢，兰子和小玲也得靠你养活。你能给大娘这点杂碎，大娘这辈子都记你的好。大娘，这点东西算啥？等过几天我进深山弄头野猪回来，到时候少不了你那口肉汤。谁敢提打野猪？可看着他那渗血的布袋和这副天不怕地怕的样，心里竟然信了7、8分。以前是个二溜子，现在简直是活阎王，有大本事啊！疯子，你放心，大娘这张嘴你还不知道，以后在东屯，谁要是敢在背后嚼你半句舌根，说你半个不字儿，大娘第一个拿粪叉子插他。我要的就是这句话。行，大娘，那你赶紧回家熬汤吧，趁新鲜。这陈峰现在可是个金大腿，连李卫德一家都在他手里吃了瘪。大娘，我打到猎物这件事儿，放心，疯子。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就算我家里人也休想得到半个字情报，必须烂在肚子里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不担心他乱说，因为说出来他没好处，一切低调行事。谁？我。这么快有消息了？昨天半夜2口子打架，为了半块地瓜干，老王头把媳妇儿的头都打破了。还有一家没见茅房有动静，估计是吃观音土憋住了。今天早上听见他家婆娘在院子里哭。枪的事打听到了吗？赵有华那小子今天没出门，一直在家窝着。行，不急。还有别的事儿没？峰哥，我今天在屯子里转悠，打听到一件事儿，我觉得你肯定用得上，就是李家占着一间空屋子，是东西屋的格局。东西屋？现在那房子空着，李之鹤当仓库用，堆点破烂柴火。李家那东西屋空着也是空着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不如腾出来给人住。这李卫德一家子吃绝糊吃得挺明白啊。峰哥，你要是想动那房子，我今晚就去摸摸底，看看那院墙好不好翻，门锁是啥样。不用，老子有的是法子。拿着。峰哥，这让你拿着就拿着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这是你应得的。谢谢。行了，回去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疯子，这是兔子。今天吃顿好的，把半副下水弄了，再切半斤兔子肉一起炖了。我这就去弄。自从男人死后，他就没见过这么多肉。雪梅，过来一起帮忙啊！哦。这弓虽然旧了点，但力道足。今天能套住2只兔子，全靠运气。明天进山还得靠它弄点飞禽。洗脚。
娘，我饿。小林乖，咱们一定要等风叔洗完脚，等他先动口，咱们才可以吃，知道吗？因为风叔是咱们的大恩人，要不是你风叔进山打猎，咱们娘仨早就饿死了。这锅里的肉是他拿命换回来的，在这个家里他最大，他没动筷子，谁也不能先吃，记住了吗？小林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他转过头看了看那扇紧闭的木门，又看了看锅里冒出的热气，小脑瓜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小林会儿突然抬起头，扯了扯刘兰的衣角。咋了？小林眨巴着大眼睛，嫂子，这肉咋没啥咸味儿？怎么不放多点盐？疯子，不是我舍不得放，是家里的盐罐子已经见底了。那点盐底子，要是今天全放了，明天后天咱们连点咸味都尝不着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疯子，我发誓，我绝对没偷吃盐。看来得弄点生活用品。嫂子，我问你个事儿，我听说你以前有一间东西屋的房子。对，是有那么的格局，土坯垒的，不过被大伯他们占了。去年说是怕我们孤儿寡母守不住家业，硬把我们赶到这间破屋子里来。那房子现在空着。现在大伯一家子挤在他们自己的房子能省点儿，所以那间东西屋就空着。志才和志明哥俩平时把它当仓库用，堆点破烂柴火啥的。空着就好办，里面的家伙事儿都齐全吗？除了外屋地那口大铁锅被大伯拿去用了，其他东西应该都在，有炕桌、炕琴，还有堂屋的桌子板凳，都是木头打的。只要有炕有桌子就行，还有大铁锅，那刚好。你问这个干啥？我明天把它夺回来。谁啊？你跑我家来干啥？不干啥，就是来通知你们一声，把西边那间东西屋腾出来。天杀的二流，跑我家来发什么腾屋子？腾什么屋子？嚷嚷什么？刘兰男人盖的那间东西屋，你们占了2年，也该住够了吧？今天麻溜的把里面的破烂搬走，我要用。你简直是异想天开，凭啥给你腾出来？李维德，你这大岁数了，要点脸行不行？3年前人刚走第2年，你就打着替侄女管家业的幌子，把刘兰娘仨赶到小破土坯房，自己一家子霸占了大的东西屋。现在那东西屋空着，你宁愿堆柴火也不让孤儿寡母住。这事儿屯子里谁不清楚？去你的天经地义！你管家业管到自己兜里去了。现在李雪梅和刘兰是老子的人，他们的东西就是老子的东西。老子今天来不是跟你们商量，是通知你们，今天太阳落山前把西屋给我腾干净，不然我亲自帮你们搬。哎呦喂，没天理了！二流子欺负上门子了，大家伙快来看看啊！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陈峰，你别太嚣张，这是我家，轮不到你在这撒野。对，赶紧滚，再不给我们动手了。动手？来，你动一个试试。我今天要看看谁有这个没用的东西。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还怕他一个二流子不成？给我上，把他赶出去！行了，别在这装大尾巴狼了。老子话放在这儿，今天这屋子你们腾也得腾，不腾也得腾。你们要是觉得不服气，随便去叫人，我陈峰就在这儿等着。王桂花这一嗓子把邻居都给招来了。这大冬天的，大家都在猫冬，闲得发慌，大家都探头探脑的往堂屋里凑。咋回事啊？这大清早的，老李家咋闹腾起来了？听说是陈疯子来了，要抢老李家的房子。抢房子？陈疯子现在这么横了？你懂啥？那房子本来就是刘兰男人的，老李家霸占了3年。哎呦，要我说啊，老李家办的确实不地道。人家孤儿寡母的，硬生生给赶到那破土坯房里。现在人家疯子出头要回自己的东西，有啥错？就是，那东西屋空着也是空着。老李家这事儿干得缺德。你们胡咧咧啥？这是我们老李家的家务事儿，轮不到你们外人插嘴。队长来啦！赵福亮双手背在后，慢悠悠地走进院子。队长，你快管管吧，老李家要翻天了！队长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你看看这个二溜子，大清早跑我家来抢房子，这还有王法吗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队长啊，青天大老爷啊，陈峰欺负人啊，逼死我们老李家呀！大清早的闹腾啥？陈峰，你跑老李家干啥来了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评评理。评啥理？李雪梅是我的人，刘兰是我嫂子，他们娘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3年前刘兰男人没了，李卫德打着大伯的旗号，把他们娘仨赶到那间小土坯房里，自己霸占了刘兰男人盖的东西屋。现在那房子空着堆杂物，我今天来就是房要回去。这事儿走到哪儿都占理吧。你放屁！孤儿寡母冻得快没命了，你这大伯连个苞米面饼子都没给过。现在我养着他们，这房子自然得归我。你占着茅坑不拉屎，宁愿堆柴火也不让人住，你安的什么心？
我是他大伯，我说了算。你算个屁！这来龙去脉我算是听明白了。今儿我本来想借敲打敲打陈峰，但这事儿李卫东确实办得不地道。队长，疯子说的对啊，那房子本来就是刘兰的，老李家站着不给，这事儿缺德。有人带头，旁边几个社员也跟着附和。行了，都是一个屯子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老李，你那房子既然空着，就借给疯子住几天。疯子，你也别闹了，赶紧回去。队长，你这话我不爱听。什么叫借？那本来就是刘兰的房子，老子拿回自己的东西，用得着借？这二流子居然敢当众顶撞我！队长，咱们靠山屯可是公社里的先进大队，你这大队长向来办事公道，威望高。要是让人知道屯子里有欺负孤儿寡母、霸占房产的事儿，传到公社去，怕是影响你明年的评优啊！这小事儿要是真闹大，上面一查，李惠德霸占侄女房产是事实，自己这个大队长护着自家亲戚，那可是要挨处分的。现在公社天天喊着要治一治村里这些歪风，李伟德这种欺负绝不子的做派就是典型的坏苗头。你可是咱们大队的领头羊，这种事儿你不管，你要是不管，老子明天就上公社找上面评评理。这小子不仅横，脑子还灵光，一套一套的词儿往外蹦，连公社的政策都搬出来了。陈峰现在是个刺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李惠德这事儿本来就理亏，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，只能牺牲李惠德了。老李，这事儿就是你办的不对了。刘兰男人盖的房子，那就是刘兰的，你当大伯的帮着照看2年也就算了，哪有一直站着的道理？现在人家要回去，合情合理。队长，这咋能给他呢？他是个二流子，房子给了他，那不就成了他的了？二流子咋了？人家现在养着刘兰和李雪梅，那就一家人。你赶紧的，今天就把那间东西间腾出来，把里面的柴火杂物都搬走，别让大伙看笑话。你想干啥？还想打架？你敢动一下试试？明天就去大队部挑大粪。还是队长办事公道，大伙儿都看着呢。队长这觉悟，明年肯定还得当先进。行了，散了，大冬天的，别在这儿围着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听见队长的话没？太阳落山前把屋子腾干净，少一根木头，老子拿你试问。造孽呀！真是造孽呀！你个窝囊废，眼睁睁看着被人抢走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个废物？你闭嘴！队长都发话了，我能咋办？你去跟队长闹啊！爹，真搬啊？不搬能咋整？赶紧去收拾，把里面的东西都搬到这边来。那陈疯子现在惹不起，先躲着他。这房子要回来了，以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。东西屋的格局，中间隔着堂屋。下一步就是弄点盐、煤油，还有被子。疯子没打起来吧？没打起来。那房子的事儿呢？收拾东西，咱们搬家。天杀的陈疯子，不得好死的东西，抢咱们老李家的房子，他也不怕遭报应。行了，你少嚎2句。队长都发话了，你在这骂有啥用？赶紧搬，一会儿那疯子来了，指不定又要闹出啥幺蛾。爹，咱真就把这房子腾给他了？这屋里的木疙瘩都是好木头打的，真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啊？搬走不好吗？你搬走放哪儿？咱家那屋子这么多人住，本来就挤，你再把这些大件搬回去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了，那也不能便宜了那二溜子。爹，要不我拿斧头把这些桌椅板凳全劈了，咱劈了当柴烧，也比留给他强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给我少添乱！这些破木头又不能当饭吃，你整这些有的没的干啥？你把东西砸了，那疯子找上门来要命，你拿啥赔？你打得过他吗？哥，爹说的对，那陈峰现在就是个不要命的活土匪，咱还是别惹他了。我这手现在还疼呢。你俩弄完赶紧走。明子，咋了哥？咱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这能行吗？算了吧，那疯子要是发现了，非扒了咱俩的皮不可。憋屈。他知道这间东西屋的格局，陈峰肯定和李雪梅住东屋，刘兰带着小玲住西屋。一想到刘兰，心里那股邪火就压不住了。屋不行，西屋总可以吧？哥，你往刘兰屋尿，陈峰一样会发火。你闭嘴！老子今天非得恶心恶心他们。来了，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灰都扫干净了，炕席也擦了。等会儿把锅台升上火，把屋里烘热乎就能住人。行，那这么定，东屋归我跟雪梅，西屋嫂子你带小玲睡，被子就放西屋，你们娘俩盖。他刚才一进这西屋就闻到一股子怪味，想把他叫进来问问情况。嫂子，我问你，这是你拉的？不
是我咋可能在屋里撒尿？那是雪梅拉的，还是小玲？不可能，雪梅爱干净，小玲要尿尿也会喊我，绝对不是他们。既然不是他们娘仨，那这屋里还能有谁？这肯定是赵家干的，打不过竟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恶心人。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，当我这疯子的名是白叫的。疯子肯定是李治干的，今天被你赶出去，心里肯定憋着坏呢。我知道，他叫我进来，就是问问那滩水是谁弄的。这是谁干的？肯定是李志才他们干的，故意恶心咱们。峰哥，不是我干的！给老子舔干净！风爷爷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我真不是我干的。去给我打点水过来。我说，真不是我干的，是我哥，是李志才那个犊子干的。他嫉妒你占了这屋，他心里憋着坏，趁着搬东西的时候偷偷尿的。我当时还劝他来着，他不听啊。老子管你们俩谁尿的，老子现在只看到你。既然你哥跑了，这债就得你来背，给老子抹干净。现在还嫌脏吗？洗干净。要是留下一丁点味儿，老子今天就把你摁在茅坑里喝个饱。用水弄干净了。看着李志明像在雪地和堂屋之间来回奔波，被陈峰治得服服帖帖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我看着这一幕，一时间不知道说啥了，思绪万千。峰哥，洗干净了，一点味儿都没了，我能走了吗？走？走哪儿去？峰哥，你还想咋样啊？我真洗干净了。我知道，老子现在撒你一泡尿，再泼点水给你冲冲，成不成？该死的李志才，你可把我害惨了！谁呀？催命呢！你跑哪儿去了？找你还……他话刚说到一半，硬生生卡在喉咙里。你跑哪儿去了？爹刚才还找你。太清楚自己干了什么好事，也太清楚陈峰是个什么活阎王。弟弟这副惨样，加上陈峰亲自找上门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事情败露了。好！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！陈峰，你个天杀的二溜溜子，你抢了我们的房子还不够！陈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房子我们已经腾给你了，你还揪着我们家不放，真把我们逼急了。把手摊开！李志明打了个寒战。这是啥玩意儿？你不是喜欢在别人屋里撒尿吗？自己拉的屎尿自己得收拾干净，这是规矩。你欺人太甚！我欺人太甚？李惠德，你这好大儿跑去我屋里撒尿！你们李家既然喜欢玩下三滥的手段，那老子就陪你们玩到底。你想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你别乱来！你今天要是敢在这屋里撒野，我老头子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跟你同归于尽！天杀的二溜子，欺负到老娘头上来了，我跟你拼了！这边的动静闹得实在太大，李志才的惨叫惊动了左邻右舍。大雪封山，屯子里的人都在猫冬，一听老李家有热闹看，抄着手凑了过来。杀千刀的，老娘跟你拼了！你要想清楚了，先动手的是你们李家。今天这事儿，是李志才先去我屋里撒尿，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要是敢动手，那性质可就变了。疯子，你有话好好说，这事儿是志师干的不地道，咱们有事好商量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至今干的缺德事儿，全屯子人都看着呢，算咱们认栽。老头子，你干啥？老子今天非打死这个惹祸的畜生不可！别打了，疼啊！老子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别去惹那个疯子。你把老子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？爹，你有这个气，刚才怎么不打那疯子？现在拿我撒什么气？你还敢顶嘴？你个逆子！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！让你别惹他，你还去招惹他，老李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峰哥，你教我那几招管用。查出什么名堂了？挑要紧的说。峰哥，我昨晚在他家后院墙根底下趴了半宿，听见个大动静。赵福亮家有一把硬家伙，枪？对，老式的火药猎枪，单管的，打铁沙子那种。听准了？准的。昨晚赵有华那瘪犊子在屋里闹腾，嫌天天吃酸菜没油水，吵着要拿枪进山打肉。赵福亮把他骂了一顿，骂没技术打什么猎？枪藏在哪儿？听出来没？这倒没听真切。赵福亮防备心重，连他儿子都不让碰。不过我估摸着，肯定就在他家东屋的躺箱里或者地窖里。按理来说，一个土炮而已，搞那么大阵仗，莫不是有好枪？
可跟着的他没枪没警告，好像还真没多少把枪。峰哥，咱们咋办？要不我今晚找个机会摸进他家地窖瞅瞅。你嫌命长了。赵福亮家院墙比人家高1头，你这身板翻过去，要是被逮住，当场打死都没人管。这事儿你别管了，老子心里有数。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给老子盯住赵有华。盯他？对，还能走不？能。那成，跟我上山打柴，顺便整点吃的。峰哥，咱这大雪天的进山，真能搂着东西？光有力气那是牲口，进山得动脑子。活物不找找，吃的饿死。只要他们动弹，就得留印子。瞄准斜前方树枝上那只正缩着脖子取暖的家雀。这峰哥那么远都能打中，峰哥你瞧，正中脑袋。当日就是这玩意儿救了我一命。瞧瞧这雪地上的印子没？这是野鸡留下的，3半尖往那边去了。还有这树皮被啃了一圈，那是兔子干的。兔子这东西精，它不走寻常路，专门钻灌木丛。周恒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他以前也进过山，可从来没发现这雪地里还有这么多学问。陈峰运气不错，1个小时的功夫又连着打落3只家雀。周恒在后面捡得合不拢嘴，感觉心里踏实。峰哥，咱这运气也太好了，这要是天天能打着这么多，那还愁啥饿肚子啊？这打猎得看天意，运气不好的时候，你在山里转一天，连根鸟毛都见不着。1个小时后，两人走到一片斜坡下，陈峰突然蹲下身子，嘘，别乱动，那是沙斑鸡。这东西肉厚，一只顶好几只家雀。中了，中了！恒子，你先下山，把刚才来时捡的柴火扎堆儿，我四处转转。好。这附近灌木丛活物的好地方。走着走着，他的目光被一串奇怪的爪印吸引住了。鸟爪子，但比沙斑鸡大，有点模糊，看不出来是啥鸟。不过鸟有习惯，下次还会来。陈峰转悠了半晌，没啥收获，下山与周恒会合。周恒不用陈峰吩咐，把大捆柴火搬进柴房，码得整整齐齐，还算满意。如果不识相，没得吃；识相能拿着提供价值，可以给吃的。如果不识相，没价值，我感觉哪怕周恒是他救的，也不会再给。嫌少，给你就拿着吧。跟着老子混，多的没有，但不至于把你饿死。他干了这么多活，给3只都不为过。但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得先让自己吃饱，回来了，才能让别人苟活。风叔，喝口热水暖暖身子。小玲真乖。陈峰的脸棱角分明，鼻梁挺直，即便是在睡梦中，也透着一股子说不清的野性。李雪梅第一次发现，其实长得还挺好看的。疯子，起了。昨晚剩下的肉汤我给热了，你趁热喝。家里就快没盐了。知道了。你今天也要上山，你当心点。步子迈得很密，说明这鸟腿短，平时多在地上走。爪印旁边还有被刨开的雪坑，露出底下的枯草和落叶，土还软着，没冻硬，说明这鸟刚离开不久。或者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。鸟类觅食有固定的路线，只要没受到大惊吓，今天肯定还会来。陈峰找了个被封的雪坑，用脚把里面的浮雪踩实，折了几根带叶子的枯树枝，挡住自己的身形。打猎这活儿拼的就是耐心，谁先沉不住气，谁就得饿肚子。等了差不多1个钟头，前面的灌木丛里传出轻微的沙沙声，陈峰没动，连呼吸都放慢了。花尾真鸡，他用爪子在雪地里刨了2下。找出一颗干瘪的草籽，低头啄进嘴里。后面的鸡跟着雪一样，在雪地里翻找着吃食。看清了这东西的模样，心里顿时有了数。花尾这飞龙的人就是咱这个硬通货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一只少说能卖6到12块，顶得登上小半个月的嚼头。可有些人嘴馋不差钱。陈峰看着前方，没急着动手，他得等这几只飞龙完全放松警惕，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再打的方向。他慢慢把手从袖膛里抽出来，摸出弹弓，掏出一颗圆润的石子，搭在皮带上。他动作极慢，生怕弄出一点动静惊了鸟群。他太了解这东西的习性了，
飞龙有个外号叫鸟中傻狍子，这玩意儿虽然会飞，但翅膀短，也飞不远，受了惊吓，顶多飞出去5、6米，就会落在附近的树杈上。而且它们好奇心重，脑子不太好使，落在树上后不会，反而会探着脑袋往下看，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同伴为什么突然倒下了。陈峰看了好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放弃慢调。大雪封山，出去不容易，而且还没到时候。如果要出去的话，可以再多积累点东西再卖。拿去炖了。这是飞龙吗？碰巧遇上的。屯子里老猎户一年到头也碰不上几回的金贵玩意儿。以前老人进山连根鸟毛都摸不着，他倒好，连飞龙都能打回来。娘，好香啊！去屋里等着，马上就好。哇，真好喝！这飞龙汤确实鲜。枫叔好厉害呀！枫叔打的肉最好吃了。强太多了。陈峰，你个二六子，给老子开门！谁啊？赵有华。这是咽不下那口气，大半夜找上门来寻仇了。小事，那天你敢对老子动手，你活腻歪了是不是？老子今天就是来找你算账的。算账？大半夜跑来出气，你是想再栽一次血窝子？陈峰，行了，你别馋肉是吧？你谁馋肉了？老子家里有的是粮食，馋你那口肉！哎，你真能打到猎物？想吃肉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有枪。看来赵有华也不是傻子，但有一些性格弱点，有机会得忽悠一下，整出一个不拿枪不行的局面。可以的话，把周大妈也用上，这枪能拿到最好。上山有一道保险，也有机会待过大猎物。次日天蒙蒙亮，陈峰准时睁开眼。疯子，要不你别去了，昨晚下老大雪了，而且现在还在下。我先出去看看。枫叔，你回来啦，可以跟我一起堆雪人吗？当然可以。整个靠山屯都笼罩在饥饿的恐慌里，可偏偏陈峰家是个例外。家里还有多少粮食？还有1斤半兔子肉，1只飞龙，以及6两梆子面。放心，跟了老子，老子不会让你挨饿。是不是没盐了？这是最后一顿了。峰哥，你干嘛？是我。这声音是李之才，家里不是缺盐吗？这不就来了吗？峰哥，那啥，前几天搬家走得急，有屁快放！柴房里有一堆脖子，是我家秋天劈的，我爹让我来拿回去。你家的，写你名字了。峰哥，那真是我家秋天从南山背回来的硬木柴房里的，前几天搬家不小心就落下了。峰哥，你行行好，我爹今天早上发了狠，说我要是不拿柴火回去，今天就不给我饭吃。这是大雪封山的，雪都快没到过大腿了，我上哪儿打柴去？你饿不硬死，关老子屁事！峰哥，你大人比小人过，我也不全要，那堆簸子少说也有100多斤，我只拿走全归一半，50归你还赚了呢。老子赚了！李之才，你是不是冻傻了？搬家都过去几天了，你现在跑来跟老子说柴火是你的，你怎么不说老子屋里有几百斤粮食，你们忘了拿？那本来就是我们秋天劈的，街坊邻居都知道。老子管谁知道？现在这房子是老子的，院子是柴房里的东西，自然也是老子的。你跑老子家里来要老子的东西，还说老子赚了，你这算盘打得挺响啊！峰哥，想要柴火也不是不行。谢谢峰哥，谢谢峰哥，我这就进去搬。老子这儿不是善堂，想要柴火拿东西来换。那峰哥，你说拿啥换？盐。什么盐？你疯了？那柴火明明是我们的，我们现在还得拿盐跟你换。不换就滚！别，峰哥，我换。你给我1/3的柴火回去交差，然后我晚点再拿一点盐给你。半斤盐。半斤？你咋不去抢？现在盐路金贵，你不知道，供销社都没货。贵。半斤盐能换多少梆子面了？打住！想要柴火就拿盐来换。半斤盐是不可能的。按照李之才这种死皮赖脸的性子，能有个3两就不错了。所以，故意报高一点不会错。疯子，他不会来换的。盐呢？这是半斤，
峰哥，这年头3两盐省着够一家4口吃1个月了。行吧，跟没点饱的，进去搬吧。30斤，多拿1根木头，老子剁了你的手。峰哥，刚才不是说好给一半吗？那不子少说100的50多斤，一半怎么也太黑了。钱黑，但这盐，老子也不会还给你。别啊，峰哥，30斤就30斤。念在咱们邻里一场，老子给你指条明路。峰哥，啥明路？后山有个地方风大，雪存不住，底下长了一片桔梗。峰哥，你拿我寻开心呢？这天寒地冻的，就算有桔梗，谁能刨得出来？再说了，真有这好东西，你能告诉我？爱信不信。前几天有人去挖了点出来，恰好被我看见了，然后拿到镇上换了棒子面。真有这好事儿？你自己咋不去？老乡可不想遭罪，挖这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而且老子给你指路可不是白指的。那你要啥？挖到了，分我3成。这事儿你自己偷偷干，别让你爹知道，他那胆子肯定不让你去镇上。可是饿死和地方有狼咋办？你选哪个？再说了，大白天哪来的狼？你小子就是没种！要是真有狼，你告诉老子，老子打到狼还分你点肉。话我放这儿了，去不去随你。疯子，你刚才跟李志才说啥桔梗？有是真有，后山那片确实长桔梗。疯子，要是我跟雪梅去挖呢，能挖吗？不能让陈峰一个人受累。真能挖吗？我也可以的。你们挖不动，而且这玩意儿需要运气，不是谁都能挖到。放心，以后有你们付出的时候。玩意儿是石鸡，石鸡这玩意儿肉质紧实，比野鸡还香，但它警惕性极高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钻进石缝里，或者直接飞起，肉质紧实，吃起来绝对不比飞龙差。这大雪封山的，空手回家可不是他的习惯。柴火也是保命的东西，没有柴火，这零下30多度的天，能把人活活冻死。风叔，野鸡？不是野鸡，是石鸡。这玩意儿比野鸡难打。山上还有这玩意儿？深山里有，但不好找。风叔太厉害了！我来烧水吧吗？你别忙活了。你们是没瞧见，疯子那弹弓，嗖的一下，天上飞的家雀直接掉下来，那准头神了！我亲眼瞅见他麻袋里装着好几只沙斑鸡，还有一只这么大的石鸡。真假呀？他以前不就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溜子吗？连个耗子都待不住。啥二溜子？人家那是真人不露相。李志才前几天不是去疯子院里闹腾吗？咋着？疯子不但没打他，还给他指了条明路。啥明路？后山挖蕨梗。听说李志才真挖着了。疯子能有这好心？疯子这叫恩怨分明。你惹他，他往死里整你。你听他的话。他手指头缝里漏点东西，就够你活命的。这几天天天往后山跑，柴火也不捡，你想饿死全家啊！我的老天，苞米面，真是这得有3斤多了吧？哥，你哪儿抢的？抢个屁！峰哥指的路，后山那片乱石坡底下竟真有桔梗。昨晚连夜去镇上换的苞米面。那陈峰，他能有这好心？娘，峰哥说了，分他3成。这3斤半里边有1斤得给他送去。你辛辛苦苦挖的，凭啥他上下嘴唇一配就想拿走这么多？闭嘴！他真这么说的？我能不答应吗？我可不想再吃红肠。给，别说1斤，给他1斤半。当家的，你疯了？那可是1斤。你懂个屁！这年头，谁能弄来粮食，谁就是祖宗。陈峰连换命的道道都能随手赏给咱们，手里指不定捏着多少好东西。巴结他，咱们才能活。爹，前几天他刚面子能当命活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谁要是再敢去惹陈峰，老子先打断他的腿。没过半天，李志才给陈峰送苞米面的事儿又在屯子里传开了。这一下，靠山屯彻底炸了锅。村民们看陈峰院子的方向，眼神全变了。以前是怕谁惹谁倒霉，现在是敬，还带着点眼热。火眼望谁都想凑上去沾点荤腥，但又忌惮，没人敢当出头鸟。你听听外头传的。李德华家那大傻子都能跟着陈峰吃上苞米面了，你可是大队长，咱家这几天连顿干的都没吃上，有华饿的直叫唤。你懂个屁！陈峰那小性的很，我拿大队长的身份压不住他。前几天分房子的事你忘了？他敢当着全屯人的面顶撞我，压不住就合伙啊！那把老洋枪放着也是生锈，你打不准，连个兔子毛都摸不着。可陈峰弹弓都那么神，要是用枪还百发百中。打点野鸡、兔子还行。真碰上大件的猎物，根本没戏。要是有了枪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晚点，我去找他。疯子，
叔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叔听说你这几天在山上没少弄好东西，还行，对付着能吃饱。叔家里那几口子好几天没见荤腥了，有话饿的枪天天在家闹腾。帮忙？大队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能帮大队长啥忙？叔知道你弹弓打得准，可弹弓再准，也只能打点家雀、沙瓣鸡啥的。真碰上大件的，还得靠真家伙。叔家里有把老洋炮，放着也生锈，借你用。打着大件的，咱俩平分。想得倒美！养了呀。枪呢？枪在家里藏着呢。你这是答应了？你把枪拿来我看看。老洋炮也分好坏，要是跟烧火棍儿，我拿去也是白搭。行，你等着，叔这就回去拿。陈峰，你真要拿他的枪？或许能打大火。李雪梅看着这个为了这个家付出一切的男人，心里莫名有股心安。疯子，你看看。大队长，这枪多久没用了？2、3年了吧。2、3年没用，你这枪管里全是积碳，撞针也有磨损。这要是直接装上火药开枪，弄不好就得炸膛。炸膛？不能吧？以前打狼的时候好好的呀。以前是以膛线，都快磨平了。还有这闭锁松松垮垮的，你这枪现在就是个危险品。陈峰嘴里蹦出一连串专业术语，什么积碳、撞针、膛线、闭锁机构。赵福亮听得一头雾水，完全插不上话。他只知道陈峰说的很严重，这枪随时会爆炸。那咋整？大队长，你这枪得大修，得把枪管拆下来，用煤油泡把里面的积碳全洗干净。疯子，你懂这个，你帮叔弄弄呗。弄倒是能弄，不过这得费不少功夫。今晚我得把枪全拆了，一点点保养。行，你弄，只要能打响就行。火药和铁砂呢？没弹药我拿啥试枪？就剩这些了，火药还有半罐，铁砂也就够打个3、4枪的，你省着点用。大队长，家里没煤油了，搞点来洗洗枪。好，我这就去拿。你真会修枪？修个屁！这枪就是脏了点，我那是忽悠他的。家里不是没油了吗？没有煤油我咋欣赏有枪？以后天天让你吃肉。是狍子，而且刚过没多久。这年头山里的动物也饿，狍子找不到草根，只能啃树皮。血也是极为珍贵的肉食，绝不能浪费。一点也不能浪费，能进肚子的全带走。这玩意儿太扎眼。赵福亮那老狐狸把枪借出来，打的就是空手套白狼的书记。真要把这30、40斤的狍子扛回去，赵福亮非得张嘴要走一半不可。老子辛辛苦苦打的肉，可不能这么大方。拖着狍子在林子里绕了1个多时辰，来到山脚，找到一处隐蔽的石沓子。石沓子底下有个天然的雪洞，极其隐蔽。大头藏好了，但赵福亮那边还得有个交代。拿这点东西回去，肯定糊弄不过去，得再弄个小玩意儿堵住那老狐狸的嘴，速度极快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大头已经安顿好了，现在手里有这只野鸡，回去对付赵福亮那老狐狸足够了。疯子，咋样？大队长，别提了，这大雪封山的，大件的畜生全躲进深沟里了。我在林子里转悠大半天，腿跟狍子毛都没瞧见。那你这跑一天，听到枪声了？哪能空手啊？运气还算错错，下山的时候碰见这玩意儿。哎呦，这也不错了，能见着荤仙就是本事。哎呀，疯子，这咋好意思？你这大冷天在山里跑了一天，叔就在家猫着。这鸡你留着吃吧，家里还有2张嘴等着呢。一码归一码，没你这把枪壮胆，我也不敢往深山里钻。规矩就是规矩，说平分就平分。那以后我可不借你枪了。哎，别，叔要，疯子，你这人办事就是敞亮，那叔就厚着脸皮沾你点光。行，明天我往更深的地方走走，争取弄个大件回来。烧锅开水，把这鸡秃噜了。疯子，叔承你这个情，明天你进山，枪接着用，火药铁砂不够了，叔再给你想办法。疯子，你跑了一天就打着这么点东西，还分出去一半，这老狐狸啥也没干就白拿，太亏了。这是啥肉？狍子肉，肉在山脚藏着，半只野鸡就把那老狐狸打发了。他现在指不定在家里怎么乐。嫂子，一起炖了，今晚咱们吃顿好的。风叔，你好厉害啊！风叔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！峰哥，大半夜的，咱干啥去？去后山脚，白天弄了个物件，藏在石旯子底下了。这会儿屯子里人都睡死过去，正好弄回来。白天屯子里都传遍了，说你借了赵福亮的枪，打了一只野鸡回来，还分了赵福亮一半。现在看来，那野鸡就是个幌子。峰哥，啥物件啊？还得半夜去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你在屯子口蹲着，给我把风，罩子放亮一点。要是有人起夜或者有啥动静，立马吹口哨，听见没？记住了，峰哥，你放心去，我就是冻死在那儿，也绝不让人过去。大雪封山，狼群已经晒翻着尾过背，恶急眼的狼群最喜欢在这个点出来寻摸吃的，所以必须小心。走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摸到了白天藏肉的石沓子。周围的雪地干干净净，没有野兽刨过的痕迹，松了口气。这玩意儿在雪洞里冻了大半天，外层的皮肉已经有些发硬，但里头还没完全冻透。血腥味最容易招惹野兽，不敢耽搁，赶紧下山。屯子里有动静没？没有，都睡得死死的。不用你搬，去前面探路。好，这石头不打掩护可不行。要是让赵福亮那老狐狸知道我白天藏了丝，非得闹出大乱子不可。两人没往屋里走，直接把袍子卸在院子角落的柴火堆旁边。去柴房拿把铁锹过来。拿着。峰哥，这是给我的。跟着老子干，好的没有，但绝对饿不死你。峰哥，你比我死去的爹娘对我还要好。明天给周大娘送去。他送这好东西干啥？你懂个屁！要不是他到处宣扬老子，赵福亮能主动上门，赶紧滚去睡觉。哟，这不是赵公子吗？疯子，你在家呢？这天真冷，冻死个人。昨天刚分了他爹半只野鸡，今天就跑来院子里乱转，想看看老子是不是还藏了别的好东西。冷就赶紧回家烤火去，跑我这院子里瞎转过啥？你这话说的，我这不是路过吗？顺道来看看你，咋的？不请我进去暖和暖和？那进吧。疯子，你家这伙食不错呀，啥味儿这么香？昨天打的那半只野鸡，今天全炖了。咋的？赵公子没吃饱，想来我这蹭口汤？拉倒吧，我爹昨天拿回去那半只，我娘全给炖了，我才吃几块。疯子，今天找你是有个正事儿，我想让你帮我跑个腿，买点东西。这大雪封山的，路上连个鬼影都没有，万一碰上狼群，老子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。这买卖老子不干。别，屯子里就你胆大，身手好，而且路上哪来的狼啊？没马车没爬犁，全靠2条腿走，你当我是牲口啊？谁让你走着去了？队里那辆大马车，你套上赶着去。跑腿行，但亲兄弟明算账，好处呢，总不能让我白挨这一路冻吧？半斤棒子面，够意思了吧？赵公子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半斤棒子面就想买我的命，你找别人去吧。那你想要多少？1斤半。1斤半？你心也太黑了！现在这年头，1斤棒子面能换条命了。那赵公子找屯子其他人去吧。平时给个路费也就2、3毛钱，你这一趟给我干1斤半棒子面，我哪有这么多粮食啊？我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屯子里那些恶急眼的人真保不齐会卷款潜逃。而陈峰虽然是个二流子，但现在有家有室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最关键的是，陈峰这人虽然横，但办事还算讲规矩，不然昨天都不会有半只野鸡。但1斤半太多了。哎呀，疯子，以后那枪我尽量说好话，让你多用。行吧，行吧，看在你们给列车枪的份上，老子接了。那咱就这么说定了。喏，这是清单，你把它给供销少员就行，他们知道怎么弄。那棒子面回来的时候我保证给你。那可不行，老子现在都揭不开锅了。你先把棒子面拿过来。行行行，人与人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了。待我马车，我把镇上路程是2个小时，要是怪早上才去，到了供销社早就被人抢完了。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去。正好陈峰晚上去超市。疯子，赵家那混球来干啥？贼眉鼠眼的在院子里瞎转悠，是不是盯上咱家啥东西了？他让我晚上去趟镇上。去镇上？这大雪封山的，路都看不见，你去镇上干啥？就是啊，这天寒冻的，你不要命了？赵有华出马车，我赶车去。马车也不行啊，万一碰上恶急眼狼群，连人带马都得交代在那儿。赵有华肯定没安好心，他自己怎么不去？偏偏让你枪使，这大雪天出远门就是找死。老子心里有数。赵有华让我去供销社帮他买东西，他出路费，这买卖下划算。你们去院子里把风，有人路过就咳嗽一声。干啥？把风？挖肉。疯子，你这是要拿到供销社卖？供销社卖，还不如咱们吃了呢。供销社？你们当供销社是开善堂的？1斤狍子肉，供销社的能给多少？老子这20斤肉拿过去，能换回几斤棒子面？万一你出点啥事儿，我们咋办？哦，现在知道心疼老子了，怕老子死了，你们没饭吃。谁心疼你了？我是怕你连累我们。别可是了，
你应该了解他才对。你出去把风，我做点窝窝头给他路上吃。难得去一次黑市，下次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去，干脆一次性把20斤狍子肉全换成物资，一次性解决了。去把周恒叫过来。疯子，肉挖出来了。在院里放着呢。嫂子，多贴几个窝窝头。真要去啊？这趟去镇上能换回不少好东西。那你路上千万当心。峰哥，你找我，绕开屯子正路，去村口外头那个拐弯的地方等我。虽然多个人多张嘴，但账不是这么算的。这大雪封山的，万一车轱辘陷进哪个土坑或者冰窟窿里，一个人累死也抬不出来。疯子，到时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有风险。带上周恒，算是个双保险。1斤梆子面，撑得足足的。赵公子办事儿，我信得过。峰哥，你可算来了。喝口热的。窝窝头，趁热吃。20斤狍子肉加1张狍子皮，2张兔子皮，分量不轻。行，峰哥，嫂子这手艺绝了。这鲍鱼面掺了啥？吃着一点都不拉嗓子。峰哥，咱这趟去镇上，直接去超市。你对镇上熟，说说情况。镇上的超市平时有人放风，进去还要交2毛钱。咱带了这么多肉，一般人吃不下，得找大买主。有路子，有个叫佟掌柜的，他在超市里开了一家店，专门收这些硬货。这人什么来头？但只要是好东西，他给的价钱公道，而且从不黑吃黑。据说她还是个大美女。娘们儿。峰哥，前面就是了。干啥的？懂规矩，来出点货。马车不要让进。好，马上停好。硬货，跟我来吧。放心，佟掌柜公道信用。这是出黑市了。峰哥，我真不知道啊。不关你的事。带了什么好东西？手艺不错，刀口利落，皮子剥的也完整。不过这狍子肉全是瘦的，没肥膘。现在这年头，肚子里缺油水，肥肉才值钱。佟掌柜，你直接报个价。狍子肉供销社那种算大4000铢1斤，现在能卖到5块5一斤。5块5？我记得以前才卖1块2的，好离谱啊！小兄弟，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年月？大雪封山，地里颗粒无收，有钱你都买不到肉。5块5那是昨的价，今天指不定还得涨。行，4块就4块。狍子皮太小了，12；兔子皮3毛1张，一共98块。价钱公道，你去镇上打听打听，没人比我给的更高。我不要钱，换成粮食或者粮票，要是有其他票据更好。兄弟，你这胃口挺硬。这大雪封山的，粮食比例命还金贵。我这是有存货，我手底下也有一帮人要吃饭。那佟掌柜能给多少？顶多给你10斤棒子面，按市价2块7一斤，算你25块。剩下的我拿票给你抵，当地粮票2块4一张，能买1斤。盐票、煤油票，其他票据我这儿都有，你自己盘算怎么个换法。陈峰在心里快速算账。10斤棒子面我要了，剩下的给我拿20斤粮票，再来3两盐票、3两煤油票，还有半斤大油票，还有剩下的找零钱。10斤棒子面，20斤粮票。这在靠山屯绝对首富级别的身价了。他长这么大，连10块钱都没见过，谁会这么多硬货？兄弟，看你面生，第一次来镇上出货，以后有这种好东西，直接来找姐，姐保准不让你吃亏。大半夜的，你们打算去哪儿蹲着？我后院有2间空房，带牲口棚，不过5毛1晚。5毛？抢钱啊！大车店才1毛5钱。大车店你敢去吗？鱼龙混杂，而且现在都不知道还有没有位置。而我这儿包你们人马平安，5毛钱买个安混，贵吗？带路，带他们去后院安顿。明天早上供销社8点开门，你们拿着票早点去排队，去晚了有票也买不到东西。兄弟，待会儿要是回来，去。峰哥，不瞒你说，我还是个黄花大闺男。放心，跟着老子混，有你耕田的时候。待会儿要是我出来没往你这里走，你不要动，就在这里等着。我知道了，峰哥。同志，按这单子上拿。没一会儿就把需要的东西拿出来了，往这买点东西：20斤梆子面、盐、煤油、大油、香皂。你要20斤粗粮？对，不行，给不了这么多。一个人买20斤，后面的人还买不买了？镇上粮站的存货本来就不多，得紧着大家伙分。同志，我这是替靠山屯的乡亲们代买的。大雪封山，路不好走，乡亲们凑了票让我跑一趟。你这只给5斤，我回去没法交差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卖你后面排队的人能把我这柜台砸了，最多5斤。好，我再要3两雪花膏。你这里没有雪花膏的票，没票最多给2两，一起是4毛4。因为镇上大多数都是朴实无华的村民，没几个人买雪花膏。陈峰拎着2大包东西，转身往外走。兄弟，待会儿要是那狐狸早算准了供销社不可能一次性卖出20斤粮食，
还故意给陈峰换在供销社碰壁，到时候就是等着陈峰在全在佟掌柜手里了。这女人算盘打得真精啊！不过想拿捏老子，门都没有。站住！把东西和钱留下，不然你得受苦。学长好，求求你把票子还给我，我们快饿死了。老子没杀他们已经够意思了，还想要票子，想得美！峰哥，你没事吧？刚才那几个人，几个恶急眼的想劫道，让我打发了。峰哥，咋才这么点儿？你不是拿了20斤的粮票吗？供销社有规矩，那售货员死活不肯多卖。咱手里真金白银的粮票还买不着粮食了。峰哥，那不如咱回去找佟掌柜吧，大不了让他赚点差价。你以为那娘们是开善堂的？她昨晚就是算准了供销社不可能给20斤粮食，她故意给就借咱们下套，等咱们在供销社碰了边，就只能乖乖回去求她。这娘们长得水灵灵的，心肠咋这么黑？差点就着了她的道。要不咱在街上找个本地人，给他点好处，让他帮咱进去买。财不外露，你找路人代买，人家前脚拿了你的钱票，后脚就能从后门溜了。就算买出来了，别人不认让你咋办？说你抢他的，到时候更麻烦。那咱现在咋整？你去再买一轮。峰哥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。半个钟头后，周恒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，手里拎着个小包。4斤就4斤，总比没有强。峰哥，咱手里还有10几斤粮票呢，加上昨晚的10斤，刚才买的5斤，现在一共是19斤棒子面。回家。马车走了2个小时，到熟悉的拐弯土坡。峰哥，是不是要做啥？咱们要是拉着19斤粮食大摇大摆的进屯子，屯子里那些饿得眼睛发绿的人，要是看见咱们拉着这么多粮食回去，峰哥说的对，那咱咋整？卸货，把咱们自己买的粮食还有盐、煤油这些东西全藏起来，车上只留赵有华单子上的东西。爹，这都几点了？那二流子是不是卷着钱票跑了？跑个屁！他那2个女人还在屯子里，他能往哪儿跑？再说了，他敢黑我！风，你瞎耗什么脑子？大白天的，你当着全屯子人的面从马车上往下搬，现在家家户户都饿得眼冒绿光，你这是嫌咱家太招摇了是不是？爹，咋回事？全屯子的人都跟来了。疯子这趟去镇上是替队里办点公事，车上装的都是些明年开春用的，赶紧散了！谁要是再在这儿捣乱，明年把工分给你们降了。疯子，你这嘴挺阿实啊，没跟他们乱说吧？赵公子交代的事儿，我哪敢乱说？他们问我就说拉的是干草。行，这事办得不错。把马车拉到后院，那没人，把东西卸了。疯子干得不错，这小子还算有点用，可以好好利用一番。峰哥，东西全拿回来了，没人瞧见。疯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雪梅，疯子回来了。2位嫂子好。小玲，这是我跟你风叔去镇上用那头狍子肉换回来的粮食，这么多。拿着，我还是那句，跟着老干可能吃不饱，但绝不会饿死。2斤棒子面，跟着峰哥踏实。嫂子，把粮食跟盐油收起来，藏严实点。咱家这日子算是熬出头了。疯子有本事，跟着他饿不着。雪花糕，1人1个。赵福朗作为大队长，家里存的棒子面和高粱米足够一家人吃到明年麦收。可那些粮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自从3年前丈夫死了，婆婆就变着法的搓磨我，骂我克死了大儿子，家里最脏最累的活丢给我，饭却给很少的一份。疯子，你别问了，你就当行好借我点吃的，等开春了，生产地上工，我赚了工分肯定还你。还我？你拿什么还？你一个寡妇，在赵家连个说话的份都没有。你赚的最后还不是记在赵福亮的名下？他们能让你拿赵家的工分来还我的债？我自己想办法。我会洗衣服，我会做饭，我还能纳鞋底。疯子，只要你肯借我吃的，我给你干活抵债。老子可不缺干活的人。你死哪儿去了？天都黑透了才回来，连晚饭都不做，你是想饿死我们一家老小啊？娘，我去后山捡了点柴火。进山当心点儿，雪后路滑。这枪好使吗？好使，这火药装了2天了，今天必须得打出去。要是再放，受了潮，估计就成哑炮了。爹，陈峰那小子这几天挺安分，没见他惹事儿。我看他就是个软骨头，被咱们拿捏住了。他一个二流子，能翻出什么浪花？话说今天去打猎了，也不知能不能打到。还特别说，算他有本事，上次就打到了。要是能开枪，指不定打到什么，咱能分一杯羹。爹，枪响了，
那小子开枪了，今晚又有肉吃了。好家伙，足足有2斤重。见好就收，早点收工。二六怎么还不回来？别是打着东西自己躲山上烤着吃了。疯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打着啥了？听那枪声，动静可不小啊！萧公子，你自己看。哎呦我去，这么大的野鸡，这得有2斤了吧？你小子行啊！这可不是普通的野鸡，这是黑嘴松鸡，稀罕货。这大雪封山的，能碰上这玩意儿，全靠运气。行，真有你的！走去你家，咱把这鸡给分了。以后上你家去分。好，就去我家。这小子是真不一样了啊！想得周到不说，还大度，就这么放心让老子拿着肉回家了？这是对我多大的信任啊！这疯子能处啊！爹娘，快出来看我带啥好东西回来了！嚷嚷啥？招魂呐！咋咕啥？是不是那二六子打着东西了？娘爹，你们以后可别一口一个二六子叫人家了。你这小兔崽子，喝了几口西北风，脑子冻坏了。他不是二六子是啥？屯子里谁不知道他游手好闲？你们那是老黄历了，疯子现在可不是一般人。你们猜猜，这麻袋里装的啥？还能是啥？沙拌鸡还是野鸡啊？他那把破洋炮能打着啥大物件啊？错，大错特错！我先不给你们看，我先给你们掰扯掰扯疯子这人的格局。你这孩子卖啥关子？赶紧打开看看。娘，你先听我说完。刚才在村口，疯子背着一捆柴火，手里提着这麻袋。我迎上去一问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人家二话不说，直接把麻袋塞我手里了。他自己没拿回家？没有，他背着柴火回家。大雪封山，谁打着肉不是藏着掖着？他大大方方给我，这说明啥？说明他傻呗。娘，你这是妇人之见，人家那叫懂事儿，叫识时务。他这是在向咱们赵家表忠心呢。他心里清楚，在这靠山屯没有我爹这个大队长点头，他就算打着金山银山也守不住。有话这话说到点子上了，现在上看来是开窍的混，知道找靠山，知道孝敬。行，这小子有点用处，对吧？我就说他能处，人家这么大度，咱们也得端着点架子。以后在这屯子里多少给他留点面子，只要他肯给咱们当枪使，以后这山上的野味儿还不是源源不断往咱们家送。哎呦，那感情好，赶紧的打开看看，到底是个啥稀罕物？哎呦，这么大的野鸡呀！这可不是野鸡，这是黑嘴松菇。屯子里老一辈儿管这叫棒鸡，这玩意儿精得很，平时连个影都见不着，更别说大冬天着了。爹，你掂量掂量，足足有2斤重，全是肉。哎呦，这肉可厚实，这要是炖上一锅土豆，那油水能把人像个跟头。陈峰这小子枪法还真不辣，一枪就能撂倒这么个大家伙。有华，你这趟差事办得漂亮，以后多跟陈峰走动走动，把他笼络住。放心吧，爹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丧门星，你死哪儿去了？瞎了你的眼，没看见这么大个物件摆在这儿，还不赶紧去烧水，把这鸡给秃噜了，砍成2半，手脚麻利点，别磨磨蹭的。我这就去。看啥看？那是你能吃的吗？哎呦，疯子来了！快，进屋暖和暖和，外头这天冻死个人。赵公子，我就不进去了，身上都是血，别弄脏了你家这青砖地。疯子，来都来了，在门口站着像什么话？有华，赶紧拉你兄弟进屋坐。就是，快进来。疯子今天可是立了大功，那猎物我看了真肥实，你这枪法，咱们靠山屯找不出第二个。叔婶子，你们太客气了，我这趟来就是想把属于我的那份拿回去，这会儿该做饭了。对，亲兄弟明算账。疯子，你放心，我赵有华办事最公道。峰哥，等多久了？没多久，刚到。看着点脚底下，血下面要是空的，掉进窟窿里，神仙也救不出来。踩实了再迈下一步。无忌，峰哥干出啥事都不稀奇，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本事，只要跟着他，就绝对饿不死。你长这么大，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儿？镇上，那人可真多。镇上算啥？你们想不想听听真正的大地方是啥样？你去过？我没去过，但我听过，也梦见。讲讲大地方都有啥？楼房有几十层高。啥？几十层？那不得捅破天了？不止呢，那街上的汽车……我不信，几十层高的楼，人咋上去？爬楼梯不得累死？不用爬楼梯，有电梯，走进去按按钮，嗖就上去了。铁箱子自己能往上飞，那里面不得装个小龟再拉绳子？没小龟，用电的。你见过电灯没？镇上供销社有，玻璃灯泡一拉就亮，比煤油灯亮堂。对，就是那个电。大地方晚上全是用电的灯，整条街亮得跟白天一样。那得费多少电啊？路上的车也不用马拉，有种铁皮车，喝油的，跑得比马快多了。还有火车，像长虫一样能拉几千人，一天跑几千里。一天跑几千里？
那不得飞起来？飞起来的也有，叫飞机，长着大翅膀在天上飞，从咱们这儿到最南边几个钟头就到了。连城市都有飞机，以后啊，人还能上月亮上去看看呢。越说越没边了。月亮上那是嫦娥待的地方，人咋上去？你这梦做的也太离谱了。那里的人天天白面馒头，顿顿有肉，冬天暖气，夏天空调，穿单衣都不冷。真有那样的地方？有，那里买东西去超市，几百平米的大屋子，货架上摆满了吃的用的，想拿啥拿啥，出门结账就。要是没钱咋办？没钱就去挣，那里只要肯干活，绝对饿不死人。他懂得真多。屯子里那些汉子凑在一起，除了聊庄稼就是聊寡妇，谁能说出这些新奇玩意儿？大地方有一种东西叫方便面，用开水一泡，那香味能飘出2里地。还有火腿肠，全是肉做的，剥开皮就能吃。全是肉做的，那不得贵死？不贵。还有一种水叫可乐，黑乎乎的，喝进嘴里直冒泡，甜滋滋的。黑乎乎的水，那不是药汤子吗？不是药，是饮料。夏天喝一口冰镇的，能爽到骨头缝里。真有不用生火就能吃上的热乎饭吗？有啊，有一种锅，插上电就能自己煮饭，还能保温。以后连洗衣服都不用手搓，有个大铁桶，把衣服扔进去，倒点粉，它自己就洗干净甩干了。你越说越玄乎了，铁桶自己会洗衣服，那还要女人干啥？女人啊，就这么美如花。峰哥，今天这山里咋这么静？雪太厚，畜生也怕冷，都缩在窝里不出来。今天就这点收成了，天色不早，准备回。好嘞。这年头，打猎不仅靠技术，还得靠运气。走，下山。峰哥，好像有人喊救命！山里邪乎事儿多，别瞎听，赶路。有人吗？救救我！上面有人吗？是峰哥吗？是不是峰哥？我听见动静了，快救救我！求你救救我！峰哥，咋了？去看看。峰哥，峰爷，真的是你！快拉我一把！我在这底下冻了快半个小时了，腿麻，根本爬不上去。大冷天的，不在家热炕头待着，跑这深山老林里孵蛋呢。峰哥，你别拿我寻开心了，我今儿个进山碰运气，谁知道这地方是个空心坑，坑壁太滑，我求个运气把我弄上去吧，我真要冻死了。峰哥，这小子平时在屯子里可没少咋呼，咱管他干啥？别啊，周和兄弟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我嘴贱，我不是人。峰哥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你今天要是把我扔在这儿，我这条命可就真交代了。救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好处有好处，只要你把我拉上去，我回去给你拿粮食，我给你2斤棒子面。2斤棒子面？峰哥，我家现在啥情况你也知道，再多我真拿不出来了啊！峰哥，峰爷，你别走啊！只要你今天救我上去，以后你只动我绝不往西，你让我年羹我绝不抓鸡。我李志明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，干啥都行。我发誓，我李志明今天要是说话不算话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出门让狼叼走。峰哥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哥，比我亲哥还亲。行了，别嚎了，有点力气，待会儿往上爬。捆柴火的麻绳解下来，抓住绳子，在腰上缠2圈，系死扣，麻溜的。好了，系死了。周恒，过来搭把手，听我口令，1、2、3，拉！哎呦，瞎叫唤啥？脚踩实了再往上蹬，想把老子也拽下去啊？是，峰哥，我踩实了。峰哥，把柴火重救命之恩，我李志明既绑好。好嘞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亲哥，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绝无二话。爹娘，老二，你这是咋了？上炕说。爹娘，我今天差点就回不来了，那坑深得很，四面全是滑溜溜的冰雪，我怎么爬都爬不上来。要不是峰哥和周恒路过把我拉上来，我这会儿早就冻成冰棍了。陈峰，那二溜子能有这么好心？老二，你是不是傻？那小子平时跟咱家不对付，他能平白无故救你？我看那坑就是他提前挖好，硬掉你掉进去的。娘，那是个天然空心坑，连个脚印都没有，根本不是人挖的。人家峰哥当时都走去了，是我拼命喊救命，他才回来的。行，就算是他救的。我答应给他2斤棒子面当报酬。啥？2斤棒子面？他怎么不去抢？大雪封山的，家里粮食本来就不多，你爹还指望这些粮食熬到开春呢。他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要2斤，他咋不上天呢？够了！妇人之见，头发长见识短，2斤粮食换你儿子1条命，亏吗？要是老二真冻死在山里，你拿10斤粮食能把人换回来？那也不能给远2斤啊！人家救了老二的命，咱要是抠抠搜搜的，以后在屯子里还怎么抬起头做人？
明天一早，你跟我一起拎上2斤小米，亲自登门道谢。给你，谢谢峰哥。疯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之前林子里转了背，就打了这2只小玩意儿，给小林解解看。打不到不要紧的，山里头多危险啊！你能平平安安回来，比啥都强。今天山里邪乎，转了大半天也没打上啥。不过回来的时候，顺手办了件事儿。啥事儿？李惠德家那个老二李志明掉进空心血窟窿里了，我顺手把他拽上来了。你救他干什么？那种人死在山里也是活该。救他当然有好处，答应给2斤棒子面。李卫德能舍得？他家把粮食看得比命还重。他舍不得也得舍得。明天李家要是不把粮食送来，老子就亲自上门去拿。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我这人就喜欢得寸进尺。谁啊？侄女啊，是我大伯。堂妹，开扇门，我跟爹来看看峰哥。原来是真的。你们等会儿。爹，你冷不冷？废话，要不是你惹事儿，我能来挨冻？小点声，现在峰哥脾气大，不高兴粮食打不住。行了，待会儿机灵点，多说好话。小的，疯子起了。进屋说。昨天的事儿，老二都跟我说了，要不是你搭把手，他就交代在山里了。这是2斤棒子面，你拿着。老李家记你的好。李叔客气了，顺手的事儿。对，峰哥仗义，以后峰哥有事儿我绝不含糊。雪梅啊，在疯子这儿过得还行吧？挺好的。疯子，那我们就先回了，家里有活。行，慢走。峰哥，你家这院子雪还没扫吧？柴火够不够烧？我今天哪也不去，就在这给你劈柴扫。不用，家里有人干活，用不着。那峰哥，我先走了哈。峰哥，这雪咋越踩越深？顺着树根走，那地方雪浅，底下有冻土撑着。还真是，峰哥，你这懂得也太多了。3指朝前，1指朝后，爪印不大，边上还有扫雪的痕迹。峰哥，你的弹弓技术老厉害了。运气不算太背，这叫吊脚套。只要畜生踩进去，碰到机关，树枝一弹，直接掉下来，越挣扎勒得越紧。峰哥，你咋啥都懂？多看叫诱捕。大雪天畜生找不到吃的，饿急眼了，闻着味儿就来。只要一动这苞米，潘子直接砸下来，跑都跑不掉。拿着，峰哥，这是李家给的那2斤帮子面里的一半。昨天拉李志明上来，你也出了力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峰哥，这粮食你留着给2位嫂子吃吧。拿着，我还是那句，跟着老子，你可能会吃不饱，但绝对不会饿死。行，明天早点过来，上山看套子。我明天一定早到。没中，没中。峰哥中了，去看看后面的。峰哥，这还有一只。峰哥，咱今天发财了。干活。峰哥，不放血？不放，直接剥。你先回去准备一下，待会儿吃完东西过来一趟，去县城。我一个人去？怕了？不怕。疯子，今天这柴火看着比昨天还多。你去歇着，我们来就行。娘，小姑有肉，大肠耳朵。你打的咋进门都不说？是啊，我以为你今天没套到呢。枫树最厉害了，6斤肉啊，那可是实打实的6斤好肉，外加2张能换钱的兔子皮，就这么让一个人背走了？万一周恒半道上起了贪念，背着肉跑了咋办？这年头，为了半斤棒子面都能打出人命，更别说6斤肉了。周峰人不错，如果他跑了，老子也不怨你。所谓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拿个空袋子来。给。拿着，拿着。峰哥，这太多了。给你就拿着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昨天晚上在黑市，佟掌柜给我换粮食后，特意把我叫到一边，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他说，让你下次亲自去，不然不给咱们做买卖。赵公子，今儿个这么有空，你这脸咋整的？嗨，刚才走路滑了一跤，磕树杈子上了。磕树杈子上了？这树杈子长得挺别致啊，还分出5个印儿似的。最近没打到猎物啊？有，真的？打到啥猎物了？狍子还是野猪？几只家角。家巧？嗨，疯子，你这么多天过去了，还没找到猎物吗？这几天家里天天吃土白菜，嘴里淡出个鸟来。另请高卫明，这大雪封山的，山里连个活物影子都看不见，我这天天冻得跟孙子似的，连根鸟毛都捞不着。你这枪金贵，你拿回去吧。别啊，疯子，我今天来就是来看看，没别的意思。疯子，哥哥刚才说话没过脑子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也知道这大雪封山困难，山里猎物不好找，你这天天往山里跑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是？我知道你这几天辛苦，这样吧，我回去拿1斤帮子面，
给你们垫垫肚子。1斤棒子面，家里3张嘴等着吃饭，这大冷天的没点吃食，连上山的力气都没有。疯子，家里也不宽裕，这样我拿1斤半，总行了吧？行，既然赵公子这么仗义，这枪我就先留着。那感情好啊，疯子，你办事我放心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回去给你拿粮食。你这脸咋弄的？走路没留神，磕树杈子上了。哼，走路不长眼。哼，去陈峰家看了没？这几天咋没动静？去了。疯子说大雪封山，就打了2只麻雀。我就知道这小子靠不住，上次可能就是运气好。爹，疯子刚才直接把枪拍桌上，让我拿回来。我一看，赶紧给拦住了。他真要把枪退回来？可不是嘛，爹。现在屯子里除了他，谁敢大雪天进山？那你咋办的？我寻思着先稳住他，就答应给他拿1斤半棒子面垫垫肚子。1斤半，你倒是大方。爹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行吧，不过告诉他，拿了咱家的粮，就得给咱家办事儿。哎，我这就去。早点回来。怎么，舍不得老子走了？野猪，而且是一群，4、5头，这一头少说200多斤，不能再深入了。天快黑了，4、5头野猪危险太高，雪地又不好逃命，打猎最积极贪心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绝不拿命去赌。这地方他记下了，改天再来试试。运气着实差了点儿，山里打猎就是这样，大多时候都是看运气。狡兔3窟，要是能找到窝，说不定能掏出一窝几百只的野兔。有点贪了，是几只还差不多。还不回来？别掉奶窟窿了。有，还拿老子的枪。疯子，咋样？打到猎物没？哎呦，怕不是得有4斤重。赵公子，这打猎靠的是运气，这打一发少一发。懂，哥哥我懂。爹娘，疯子打着兔子了，烧个火磨磨蹭蹭的，想冻死谁呀？家里进好东西了，你还在这臊气，真晦气！我告诉你，这兔子肉没你的份儿。你个克夫的玩意儿，吃家里的喝家里的，还想吃肉？去柴房拿点柴火回来。行了，娘，疯子还在呢，别吵吵了，赶紧把兔子收拾了，我都馋坏了。疯子，让你见笑了，家里这媳妇儿不懂事儿，干活不利索。来来来，咱先把这兔子分了。行，疯子办事就是痛快，娘，赶紧请水肉，今晚疯子以后常来家里做啊。疯子，这大雪天，你这本事屯子里独一份儿，以后有啥难处跟大队部说。好。爹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疯子现在就是咱家养的一条狗，打着猎物还得乖乖给咱送来。这小子现在是开窍了，他心里清楚，在这靠山屯没我这个大队长头，他寸步难行。那把老洋枪再在咱手里，只要枪他的命门，他打到的猎物就得乖乖分咱一半。算他识相，有空你再去敲打敲打他，让他往深山里走走，多打点大件回来。这点兔子肉还不够塞牙缝的，最好能打头野猪回来，那咱家这个冬天可就舒坦了。娘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但不能逼得太急。他这个人虽然有能力，但是脾气不好，还得稳妥为主。听你的。这1斤半棒子面值啊！蘑菇哪儿来的？今天我和嫂子去后山捡柴火，在枯树根底下翻出来的。虽然冻得有点干吧，但用水一泡还能吃。下次别去了。疯子，这东西洗了好几遍，没沙子，吃着不牙碜。不是嫌弃，现在屯子里饿红眼的人多，你们俩女人往后山跑，万一碰上不长眼的二溜子，或者家里空着被人翻墙进去把棒子面摸了，那才是要命。疯子，你放心，我们出门前交代了小玲，让她在屋里把门插死，拿顶门棍顶上。我们也是想为这个家出一份力，总不能天天在家里白吃你的。觉悟挺高啊，老子不白养你们。没吃饭啊，使点劲儿。枫树，我吃肉了，可有劲儿了。往左边点儿，对，就那儿，再往下点儿。枫树，你背上全是硬疙瘩，硌手。那是肌肉，懂不懂？枫树，放我下来，我还要锤。疯子，你以后能不能别赶我走？老子什么时候说要赶你走了？我以前总骂你，还给你甩脸子。你现在也挺爱甩脸子。我以后不会了。怎么突然想通了？老子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你恢复一下。什么？峰哥，李家老大出事了。昨天李志才去镇上卖酒狗，回来路上把腿摔断了。腿断成啥样了？小腿骨折。行，今天正好闲着，去李家看看。你个丧门星，那酒狗全家刨了3天才弄出来，你钱没换几个，还把腿搭进去了。这大冬天的还得养你个废人。行了，少说两句。我少说，家里就那点棒子面，他光吃不干，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。哎呦，疯子来了，快进屋暖和暖和。怎么搞的？走平路还能摔断腿？要不是也路过个脚下卷下去，就都冻死里头了。躺家里少了个顶梁柱。刘兰，
我家粮仓满着，你点个头，以后你和小玲的口粮我包了，隔三差五的白面糊糊少不了你的。赵有华，你爸刘兰虽然是个寡妇，但也是要脸的。你家粮食再多，那也是你家的，我饿死也不吃你家一口饭。哎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。哎呦，疯子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刘兰多可怜，你帮我搭个桥劝劝她。事成之后，我让我爹在公份上多照顾你。老子就是让长长记性，知道什么人能碰，什么人不能碰。陈峰，你个挨千刀的二流子，给我滚出来！你个丧良心的东西！我家老二哪招惹你了？你看看把成啥样了！今天你不给个说法，老娘跟你没完！疯子，你连我赵福亮的儿子也敢随便打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队长？赵大队长，你先问问你这宝贝儿子干了什么好事？我儿子能干啥？他就是路过，你凭啥打人？路过，赵公子，你自己说你刚才在村道拐角干嘛了？我没干嘛，没干嘛。你儿子刚才把刘兰堵在墙角，还动手动脚。赵大队长，这事儿你管不管了？哎呦喂，赵家老二居然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！人家刘兰可是正经本分人，带着孩子多不容易，他怎么下得去手啊？大白天的堵着人家寡妇！哎呀，队长平时看着挺张派，平时在屯子里就偷鸡摸儿子。今天这事儿，我看八成是老二先挑的头。陈峰，你个绝户头，你敢往我儿子头上扣屎盆子？你给我闭嘴！嫌不够丢人是不是？疯子，这事儿估计是个误会。老二平时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你这即使跟了气也出了，人也打了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翻篇？赵大队长，你这算盘打得挺响啊！你儿子欺负人挨顿打就完了？刘兰的名声不要了，那你想咋办？给刘兰赔礼道歉。混账东西，还不赶紧滚过去给刘兰道歉！爹，我凭啥给他道歉啊？我脸都丢尽了。让你去就去，再废话老子抽你！刘兰，对不住，我错了。以后看见刘兰绕着走，看什么？老子脸上有花啊！谢谢你，你今天护着嫂子，还打了赵老二。我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。老子护着自己人，那是应该的。你既然知道，以后就别给老子甩脸。不甩了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疯子，我好好跟你过日子。疯子，你带这么多干草干嘛去？上山熏野兔子。熏兔子，我也去，我能帮你打下手。你干嘛呀？就这还想上山？改日吧。那你自己小心点儿。野兔子的窝，向阳阳背风，地势高，不容易积水。兔子很聪明，通风口和逃生口都藏在隐蔽处。只要有东西碰到机关，树枝弹起，活扣收紧。一只孤关老兔，一家人就应该整整齐齐。赶紧走，血腥味会招来东西。风叔，你昨天答应给我讲故事的。行，今天讲猴子的故事。猴子？山里那种毛茸茸的猴子吗？这孙武不一样，隆中借兵器，老龙王拿出9股茶、3葱石头600斤，他嫌轻；又拿出化干方天笔7200斤，他还嫌轻。最后老龙王没办法，带他去看那定海神针铁。孙悟空摸了一把，说：“细细人方可用，太粗太长，再针就短了几尺，细了1圈。”哇！那玉皇大帝吓得钻到了桌子底下，大喊：“快去请如来佛祖！”那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，一压就是500年，每天饿了吃铁丸子，渴了喝铜汁。后来啊，有个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叫唐僧，路过五指山，把孙悟空救了出来。谁呀？峰哥，赶紧进来。大好事，赶紧喝口热水，能人管身子。峰哥，是没人管。什么好事？去年冬天狼患太厉害，隔壁几个屯子的猪圈都被掏了，还伤了人。公社领导急了，上面特批了一个名额，要在咱们这片设个护林员，每个月30斤定量粮，还有5块钱的补贴。峰哥，这还不算完，最关键的是护林员能合法配发枪支。这名额怎么定？这个好像得各大队先推荐人选，然后公社再统一考核，咱们屯肯定也得报个人上去。大队推荐，你明天再去一趟公社，打探一下消息。这公社考核到底考什么？把选拔的标准和流程给我摸透透的。峰哥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明天一早就去。兔子拿回去弄顿吃的吧，看把你饿的。谢谢峰哥。疯子，遇上啥喜事儿了？看你这高兴的样。确实是好事儿。公社那边开春要选拔护林员，专门管咱们东山这一片。护林员干啥的？就是巡山，防止野兽下山祸害屯子。最关键的是，当了护林员，
公社会合法配发枪支。疯子，这名额得赵福亮点头，对吧？得走大队的手续。都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把赵有华打成那样，更不会得罪赵福亮。就因为我给搅和了，疯子，要不我明天去赵家给赵福亮磕头赔罪去，我求他把名额给你。胡咧咧啥呢？老子护着自己屋里的女人，天经地义。打赵有华那是他欠揍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可是那名额，名额的事老子自己会想办法。老子还没沦落到靠女人去求人的地步。哎呦，娘你轻点，疼！现在知道疼了，那二寮子下手也太黑了。当家的，你看看你儿子被打成啥样了，你连个屁都不放。当家的，我跟你说话呢，要不咱们把名额给别人，不给疯子那狗东西了，让他狂，让他连大队长都不放在眼里。给别人？给谁？屯子里这么多人，随便挑一个也比那白眼狼强。李家老大不是挺能干的吗？李志禅腿都摔断了，你让他拄着拐去巡山？那李家老二呢？哼，李志明就是个废物，掉雪磕窿还得靠人拉，遇到野猪他能尿裤子。娘，除了疯子，这屯子里还有谁能干这活？你个没出息的玩意儿，你还帮着跟他说话？你忘了他怎么打你的了？我这是就事论事，护林员得防野兽，没点真本去就是送死。疯子们能打到猎物，那也是你活该。爹，你怎么骂我？我可是你亲儿子。我骂错你了。你惹谁不好，非去惹陈峰院里的人。你不知道那小子现在是个什么活阎王。当家的，合着咱儿子白挨打了，这口气就咽下去了，名额真要白白便宜他。白给？想得美！名额可以给他，但不能痛快给，得趁着就好差的就好的，让他知道靠山准到底谁说了算。爹，你打算怎么弄？这名额得大队推荐，我不盖章，他陈峰连公社的门都进不起。他要是想要这个名额，就得拿出诚意来。啥诚意？第一，他得当着全屯人的面给你赔礼道歉，把赵家的面子找回来。对，必须让他给我磕头认错。第二，他以后当了护林员，每个月的30斤定量粮得给咱们家交一半，打到的猎物也得按规矩分咱们一半。一半太少了，他拿公家的钱，用公家的枪，咱们给他办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得要7-3，他3我们7。行了，别贪得无厌，把人逼急了。陈峰现在是个顺毛驴，得顺着捋，但缰绳得攥在咱们手里。只要他答应这些条件，名额给他也无妨。他要是敢不答应，那这名额我就算烂在手里，或者随便抱个阿猫阿狗上去，也绝不给他。爹，还是你高明，这下那小子算是栽在他手里了。他要是想当护林员，就得乖乖给咱们当狗。刚才赵福亮他们在屋里合计护林员的名额，说要拿名额拿捏你，他还说这名额得大队推荐，他不盖章，你连公社的门都进不去。嫂子，你这急着跑出来，该不会是特意给老子报信儿吧？放心，他们想算计我，那也得有这个本事才行。你个二溜子还敢上门？你把我打成这样，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疯子，你来干什么？有华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，你要是来赔礼道歉的，就得有个赔礼道歉的态度。就是把你那嚣张的劲儿只野兔子，就不知道自己姓谁了。这靠山屯还是大队长说了算。大队长，老子今天来是还枪的。还枪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枪太金贵，老子也没这个能力胜任。今天特意把枪还回来，你们另请高明吧。疯子，你不必在我面前装了啊！装啥？大队长，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？你个小瘪犊子，少在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！你把有华打成这样，现在跑来还枪，不就是想拿捏我们？没门儿！婶子，那是他惹里人，我屋里人，一码归一码。这枪，我是真不想用了。你小子靠着这把枪打到了黑嘴松鸡，打到了野兔，现在跟我说不想用了。大队长，你是不上山不知道雪多深，这大雪封山往老林子里钻，那是拿命在搏，一脚踩着空洞人就没了。再说了，这枪动静太大，一开枪，方圆几里的野兽都惊了。我国这几万弓箭就要上珠山下半肚子对付一口，照样能弄到点儿，累人不说，风险太大，我犯不上为了口吃的把命搭进去。你真不知道？我知道啥呀，大队长？你今天说话怎么云山雾罩的？有啥话你直说行不行？爹，咱直接摊牌吧，跟他绕什么弯子？疯子，我们也不跟你装了。公社那边开春要选拔护林员，专门管咱们东山这一片。护林员啥的，美差呗。每个月30斤定量粮，还有5块钱的补贴。最重要的是，公社还给配发合法的枪支。当真？30斤定量粮还给配枪？哼，那还有假？这名额可是要各大队推荐的。我爹是大队长，他不点头，你连公社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。
听见没，疯子？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你把有华打们家不计前嫌，还把这好事留给你，你是不是得拿出点诚意来？这大队长名额真能给我？疯子，这名额给谁不是给？你年轻自古结实，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。不过嘛，不过什么？这名额太金贵，屯子里盯着的人多，我力排众议推你上去，总得有个说法。第一，你得当着全屯人的面给有华赔个不是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第二，你当了护林员，那30斤定量粮得给大队交一半，算作大队的统筹。打到的猎物也得按规矩分一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队长，你这算盘打的是真精，不过我倒觉得你这格局还是小了点儿。既然这护林员的名额这么肥，你干嘛便宜我一个外人？你啥意思？队长，你手里攥着推荐权，直接把名额报给你儿子不就行了？让你儿子这个护林员，不比从我手里抠那一半强多了？你少扯淡！我哪敢进山？遇到野猪狼群，我连命都没了。谁让你真进山了？你把名额占了，枪领回来，然后私底下找个人替你巡山打猎，打到的猎物你拿大头，随便给他点残羹烂臊对付一口，粮和钱你拿着，活别人干，这叫借鸡生蛋。这主意是不是比你那2个条件强100倍？当家的，疯子这话在理儿啊！咱们有华要是当了护林员，那可是吃公家饭的，30斤粮食全归咱们，凭啥分给外人？对啊，爹，我怎么没想到这招？我挂个名，找人替我干活，这简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到时候我背着公家的枪在屯子里走一圈，谁敢不服我？你小子的脑子转挺快啊！让谁当在这个替死？爹，疯子这是啥意思？他到底是答应还是没答应啊？还用问吗？肯定是答应了。你看他把枪都留下了，这就是服软了。他晓得这名额咱们能拿捏他，故意给咱们出个主意讨好咱们呢。这小子还算有点眼力劲儿。爹，就按陈峰刚才说的办。放屁！爹，你骂我干啥？这主意不是挺好吗？当家的，你发啥火啊？有话说的没毛病啊。这30斤粮食咱们自己拿着不香吗？你们俩长没长脑子？陈峰那是给你们出主意，他那是给咱们赵家挖坑，挖了个能埋死咱们全家的天坑。挖坑？啥坑？这事情本来就不光彩，你挂名拿公家的粮食和钱，让别人替你卖命，这叫欺瞒组织。万一替你去的人在山里出了事儿，被狼掏了，被野猪拱了，人命算谁的？算他自己倒霉。人家家里人能干，闹起来去公社一告，说你雇人替班，弄不还得吃枪子儿？这么严重？那咱找个嘴严的没家属的行不？哼，恶急眼的人哪有嘴严的？分赃不均，他转头就能把你卖了。你敢把身家性命交到别人手里？那我不找人替了，我自己去。你去？你连陈峰一拳都扛不住，进山遇到黑八子，你连跑都跑不掉。你去就是送死，到时候我连给你收尸都找不到全乎的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我不去了。这名额我不要了，我不去巡山总行了吧？你占了护林员的名额，领了公社的粮食和补贴，却不去巡山，公社查下来，或者屯子里有人眼红去举报你，你照样得被抓。那咋办？这名额成催命符了。当家的，这可咋整啊？这名额咱们不能要啊！爹，那咋办？这名额成烫手山芋了，咱家总不能真把这大好机会扔了吧？咋办？还能咋办？今晚弄顿好饭，把疯子请过来，把名额给他。当家的，你疯了？凭啥白给他？这好事落到那二撩子头上，我这心里憋屈。你懂个屁！你以为我愿意给？这小子现在是个滚刀肉，软硬不吃，但他脑子活泛，做事还算稳当。爹，你们自己摸着良心想想，他打到黑嘴松鸡，打到野兔，哪次没给咱们家送给啊？但有肉这人虽然不好掌控，就是这个理。这靠山屯现在除了他，没人能干这护林员的活。名额给他，咱们家不用担风险，还能跟着沾光。那总不能白给名额吧？咱家可是出了大力的，大队长的章不是白盖的。哼，当然不能白给。咱家现在的粮食还算宽裕，30斤定量粮，咱要10斤。10斤？要我说，最少得要15斤。你少贪得无厌，把人逼急了，他一拍屁股不干了，咱们1粒粮食都捞不着，就定10斤。如果他不答应，咱们再压一成，要7、8斤也行。只要他肯接这个名额，咱们家就稳赚不赔。疯子，忙着呢。大队长咋有空来我这儿？不怕沾了穷气？疯子，你这话说的，张玉华那句话都不懂事儿，你别跟他一般似。叔骂过他了，今晚叔在家里珍藏的腌肉都拿出来了，你晚上过来喝2杯，咱们爷俩好好唠唠护林员的事儿。行啊，大队长亲自上门请客，我哪有不去的道理？晚上我准到。好，叔在家里等你。疯子，赵福亮这是唱的哪一出？
他能有这么好心请你吃饭？是啊，他们可不是啥好人。黄鼠狼给鸡拜年呗。不过今晚这顿饭不吃白不吃。疯子，今天请你过来，除了化解你跟友华的误会，还有件正事儿。大队长，有事您吩咐。白天护林员名额这事儿，公社那边已经下文件了。这么好的事儿，大队长能想着我？你年轻，身子骨结实，枪法又准。这靠山屯除了你，谁还能进东山那片老林子？我作为大队长，举贤不避亲，这名额我打算报你的名字。这么好的事儿，大队长能想着我？不过嘛，这名额太金贵，我力排众议推你上去，屯子里肯定有人眼红，我总得给大伙一个交代。怎么又让我道歉？第一，拿出10金和5块算作大队的统筹，我拿去安抚那些眼红的人。第二，打到的猎物得按规矩分一半给大队，毕竟你用的是公家的枪，占的是公家的名额。这猎物不能全进你一个人的腰包。这老狐狸算盘打得真响。疯子，嫌少？行，叔知道你进山不容易，风里雪里拿命拼，那5块钱补贴大队不要了，全归你。他当大队长这么多年，你只要是屯子里见了他不是点头哈腰，偏偏这个陈峰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。疯子，叔今天可是带着12分的诚意。这样，猎物大队也不要一半了，咱们4、6分，大队拿4成，你拿6成。这总行了吧？爹，你疯了？那咱们大队不是亏大了吗？这枪可是咱们大队出的，名额也是咱们大队给的，凭啥他占大头？你这混账东西懂个屁！疯子进山打猎，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。他出大力，流大汗，占大头怎么了？那是他应得的。你再敢多嘴，给我滚出去！那也不能这么便宜他呀。这双簧唱的倒是挺热闹，真把我当3岁小孩忽悠呢。30斤定量粮，我1两都不会交。5块钱补贴，我1分都不会让。至于猎物，我只给大队3成，多1两肉都没有。陈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那名额是我们大队的，没有我爹点头，你连个屁都捞不着。赵公子，你还没弄明白吗？不是我求着你们要这个名额，是你们赵家现在除了我，根本找不到第2个人去顶这个缺。公社派下来的任务，要是靠山屯没人敢接，大队长的脸往哪儿搁？公社领导会怎么看大队长？我拿30斤粮食和5块钱，那是我的卖命钱。给大队3成猎物，那是看在大队长该张的面子上，给大队的辛苦费。这笔账，大队长自己掂量掂量，到底是给还是不给。陈峰，你个不要脸的二流子，你穷疯了吧？30斤粮食你全要，你也不怕撑死？这护林员的名额，我们赵家就是送人也不给你。大队长，看来这顿饭是吃不下去了。既然婶子说要把名额送人，那我就先回了。疯子，你婶子头发长见识短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你个败家娘们儿，给我滚出去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疯子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这30斤粮食，5块钱你全拿走，但这猎物3成实在太少了。大队里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，我也不好交代啊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各退一步，猎物4、6分，你6，大队4，这总行。大队长，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，你要是觉得行，明天就把推荐信给我送过去。你要是觉得不行，那咱们就一拍两散。疯子，咱有事好商量不是？大队长，你账算得稀碎，3成猎物你觉得少？你仔细盘算盘算，这3成肉你们赵家出什么了？大雪封山，进老林子是个什么光景？你当大队长的能不清楚？遇到野猪群，碰上饿急眼的狼，或者一脚踩空掉进血窟窿里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，我这是拿命去换肉。那是你该干的，公家给你发粮食发钱。对啊，公家给我发粮食发钱，我给公家干活，我给你们赵家干啥？你们坐在热炕头上喝着小酒，不用挨不用拼命，白拿我拼死拼活打回来的3成肉，这买卖全靠山屯你去打听打听，谁家能遇上？大队长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这名额要是烂在手里，你们1两肉都薅不着，到时候公社问下来，你还得担个办事不力的名声。啥意思？这护林员的名额是你报上去的，公社那边看的是你赵大队长的面子。我要是干得不好，或者哪天你不高兴了，你直接去公社一句话，说我陈峰不服管教，这护林员的位置你还不是想撤就撤？是哦，所以主动权全在你手里捏着，你让我干，我才能干；你不让我干，我明天就得把枪交回去。你白拿3成肉，还随时能拿捏我，你亏哪儿了？行，疯子，就按你说的办，30斤粮食和5块钱归你，猎物大队抽3成，这事儿我给你办妥了。大队长痛快。天黑了，我得回了。大队长，早啊！疯子，公社那边的手续都办妥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咱们靠山屯大队的护林员了。疯子，这可是公家的财产，这枪交到你手里，你得拿命护着，丢了或者弄坏了，那可是要吃枪子的。枪不错，
保养的挺好。疯子，这子弹是让你防身和对付偷木头贼的，开一枪就得给我写一份报告，说明白缘由。大队长，这规矩我懂。那碰到野猪群呢？子弹算谁的？那是为了保护集体财产，把野兽尸体带回来，公社那边给报销。行，大队头发话了，我照办就是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先去走了。等会儿，后山这2天不太平，有人来偷木头。你现在是护林员，这事儿归你管。你现在过去看看。几个人？好几个。你手里有家伙，但尽量别开枪，吓唬吓唬就行。真要是见了血，公社那边不好交代。爹，刚才后山传来的那声响是枪声吧？除了陈峰，这10里8乡哪还有动静这么大的家伙？这小子真是个活阎王，这才进山多大伙就敢开枪。爹，你说他不会真把人打死了吧？万一出了人命，公社那边追究下来，咱们大队可是要担责任的。这小子做事不计后果，要是真出了人命，我就把责任全推到他身上，就说他擅自开枪。爹，那木头呢？赶紧带人去，别让屯子的人知道了。快快快，立马带人出去。峰哥一枪打穿了带头人的脚背，剩下那5个吓得扔了东西就跑，木头全被屯里人拉走了。他人呢？峰哥说后山林子密，怕有同伙藏在暗处，他端着枪继续巡山去了，让我先把缴获的工具送回来。什么？刚才峰哥开枪，有几个村民看到了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一大伙人已经开始上山了。大队长，你们没听见动静？谁让上山拉木头的？太远了，我们看不清是谁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爹，那咱们还去吗？那可是上好的红松，拉回来能烧大半个冬天呢。去晚了，连个树皮都捞不着了。你长没长脑子？全屯子的人都穷疯了，好不容易见着点不要钱的木头，你现在去拦，那就是断他们的活路。亏大了，真是亏大了。本想借机敲打陈峰，结果反被陈峰将了一剑。陈峰这小子说本图是个能开枪将李威，震慑偷木贼，也震慑我这个大队长，把木头分给全屯子，这是在收买人心。现在全屯子人都念着陈峰的好，这还给他陈峰半个不字儿。这护林员的位置，陈峰算是坐得稳稳当当，谁也别想动。这柴火谁弄来的？屯里人送来的。下午周大娘带头，全屯子的人都去后山拉木头了。大伙儿说，多亏了你开枪赶跑了贼，保住了大队的财产。他们拉回来的木头，每家每户都凑出几根，帮咱家拉到院子里，还顺手给劈好了。疯子，你现在可是咱靠山屯的大英雄了。下午好几个大娘来咱家，拉着我把你夸得天花乱坠，说你是有本事的真男人。烧开兑了凉水，温度正好。今天跑了一天，擦擦能睡个好觉。今天怎么这么主动？以前不是甩脸子就是不情愿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峰叔，你在捣鼓啥呀？峰叔在做鱼钩呢，明天去冰河里河里给你钓大鱼吃。大鱼有肉好吃吗？那肯定好吃，炖个鱼汤，鲜得很。那冰河上的冰得有半米厚吧？咋钓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冰越厚，底下的鱼越憋得慌。只要在冰面上凿个窟窿，那鱼为了透气，自己就往上凑。再把这内脏切碎了，往窟窿里一撒，那腥味一散开，鱼闻着味儿就来了。到时候把这钩子往下一放，一钓一个准儿。真能行！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大冬天能从冰洞里钓出鱼来的。疯子，那边老冷了，风刮得跟刀子似的，一定要去吗？家里现在也不缺了那口吃的，万一冻坏了咋办？必须得去，明天我带恒子一起去。峰哥，这冰得有半米厚吧？咱手里就一把柴刀，一根绑着铁片的木棍，真能凿开啊？死脑筋，冰再厚也有薄的地方，只要找对眼儿就能弄开。啥叫眼儿？水底下有泉眼或者水流急的地方，冰结的就薄。跟着我，别乱走，掉下去我可不捞你。就这儿了，这底下水流急，冰最薄，开干！我先来，换我。你用那个顺着我劈开的缝隙往下戳，把碎冰挑出来。峰哥，歇会儿吧，不能停，一停下来汗消了，人就得冻僵，继续干。透了！整戏开始了。陈峰说能钓上来，那就一定能钓上来。嘘，来货了！
真有鱼！第一条，不钓了，收竿。峰哥，咱这手艺绝了，得看运气。走，回家，下次再来。我知道了，峰哥。你小子跑这儿来干啥？陈峰那王八蛋又憋什么坏水呢？华子哥，你看这是啥？鱼，还真是鱼。陈峰那小子真去冰河凿窟窿了，一天才钓了10条1指宽的小鱼，其中2条大的才半斤。等收工的时候，我偷偷藏起来孝敬您的。一天才钓了10条1指宽的小鱼，其中2条大的才半斤。等收工的时候，我偷偷藏起来孝敬您的。陈峰没发现。呵呵，你小子挺上道。哪儿来的？周恒那小子送来的。陈峰今天带他去冰河凿窟窿，冻了一天就弄上来几条小鱼儿。周恒偷偷藏了1条孝敬我。哎呦，这可是好东西！华子有本事，连陈峰身边的人都能收买。周恒那小子现在算是看明白了，跟着陈峰没前途。他跟我交了底，以后屯子里有啥风吹草动，他都给咱家报信儿。陈峰那王八还以为自己多能耐，身边的人早就反了。算他周恒识相，陈峰那小子太狂，早晚得栽跟头。这鱼收得好，说明咱家在这靠山屯还是说话算数的。咋的？心疼你男人了？风叔，我捶得舒服吗？舒服。那我今晚能多吃1块鱼肉吗？能，保证吃饱。你干啥去？给你烧水洗脸啊？不用，昨晚半夜我起来添了点柴火，锅里的水还是热的，你接着睡。疯子，你今天还去冰河啊？去，昨天才弄了几条，不够吃，趁着窟窿还在，再钓几天。那你多穿点儿，外头冷。峰哥，这天儿比昨天还邪乎。来货！第4条，峰哥，这4条加起来得有3斤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收摊儿。今天不能待太久，一天待上几个小时就行，太久会出病。最主要有鱼货，要是有人帮忙钓鱼拿分成就好了。鱼来了。哟，这大冷天的，不听说你昨天在这弄着鱼了吗？家里那点梆子面快见底了，我寻思带着志明也来碰碰运气。峰哥又弄着了，这鱼可真肥，还行，够对付几对。疯子，你这窟窿是咋凿的？去年我们试过，敲了半天，冰硬的跟铁似的，镐头都卷刃了，连个白印儿都没留下。这冰河凿窟窿可不是光凭力气就行，得找眼儿。啥眼儿？泉眼或者水流急的地方，那地方冰薄，你们随便找个地方就砸，那冰得有半米厚，累死你们也砸不穿。这可咋整啊？我还寻思今天能弄条鱼回去熬点汤喝呢。爹，要不咱就在峰哥这窟窿旁边再开一个？你省省吧，就算你顺着我这窟窿边缘砸，没个大半天你也弄不开。再说了，就算你砸开了，你拿啥钓？我这不带着家伙是吗？你拿铁钉当鱼钩，鱼是傻子吗？还有，你拿啥打窝子？拿啥当饵料？疯子，那你说咋办？按理说这窟窿是我辛辛苦苦凿出来的，这钓鱼的法子也是我琢磨出来的。不过大家都是一个屯子的。对对对，都是乡亲。这样吧，这窟窿我借给你们用，我这鱼竿和饵料也留给你们。真的？峰哥，你太仗义了。先别急着谢，我有个条件。啥条件？你说。你们钓上来的鱼也没饵料，得分我一半。1条鱼都弄不到。不过自己凿不开东西，虽然要分出去一半，但好歹自己还能落一半。行，一半就一半。峰哥，我没弄明白。哪儿没弄明白？那窟窿是咱俩费了牛劲儿才凿开的，那鱼竿和饵料也是你的，你凭啥白白借给他们啊？恒子，你觉得这天冷不冷？冷啊，冻得骨头缝都疼。顶多再坚持2天，非得冻出病来不可。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这大冷天的，咱俩天天来受这份罪，图啥？图那几条鱼？那不图鱼图啥？图有人给咱送鱼。峰哥这是把工具和场地租出去了，自己不用挨崩，不用受累，坐在家里热炕头上，李家父子就得乖乖把钓上来的1半鱼送上门来。峰哥，照你这么说，咱这买卖能做大呀！咱明天早点起，顺着那条河渡多凿10个鸡巴窟窿，到时候一人分1个窟窿，咱俩啥也不干，就在家热炕头上躺着，到了饭点就去收鱼，那可真舒坦。你小子脑子转的倒是挺快。那可不，也不说跟谁混。
但你光长脑子不长心眼儿。你当这靠山屯是你家开的？你一个人把河面全占了，让全屯子的人给你打工，你觉得大伙能乐意？咱出工具出技术，他们出点力气，这不公平吗？没咱的窟窿，他们连鱼鳞都摸不着。公平个屁！这年头大家都在饿肚子，凭啥你天天在家躺着吃鱼？人饿急眼了，啥事儿干不出来？李维德那老登是个贪小便宜的，他为了那几口吃的，能忍着分咱一半也是敬我。换了别人看你天天不干就能拿鱼，早晚得眼红。这事儿只能细水长流，懂不？懂了，峰哥，还是你想得远，这叫闷声发大财，不能吃独食。峰哥，那今天这鱼还给赵有华那瘪犊子送去不？昨天我按你说的给他送了一条，他乐得跟煮熟的牛膝心似的，还真以为我投靠他了。今天要是再送一条，他估计得把我当亲兄弟。今天不送，为啥？不送他不得起疑心？天天送那叫上供。赵有华那种人，你越是上赶着巴结他，他越觉得你好欺负，得吊着他，让他觉得你手里有货，但又不能轻易给他。那不去见他了，饿他2顿，他才会觉得你给的东西金贵。知道了，峰哥。哟，疯子、恒子，这大冷天的干啥去了？大娘，打水去啊！啊，家里水缸见底了。昨儿个听人说你去滨河凿窟窿了，咋样？弄着没？我刚才瞅见李卫德父子俩也往那边去了，你们碰见没？大娘，这仙儿太冷，河面冻得结实，费了半天劲儿就弄上来这么点小鱼崽子。这不，赶紧拿回来给家里那几张嘴熬点汤对付对付。李卫铎他们去没去我不知道，我们早就往回走了。哎呦，疯子，你这孩子就是仁义，大娘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大娘，你拿着给家里添个菜。不过这事儿，你放心，大娘这嘴严实着呢，绝对不往外瞎咧咧。谁要是敢在背后嚼你舌根子，大娘第一他的嘴。那就谢谢大娘了。天冷，你赶紧回吧。这条你拿回去。行，峰哥，那我先回了，去吧，别耽误事儿。疯子，那鱼竿咋留在滨河啊？万一被人拿了，借给李卫德他们了。借给他们干啥？那一家子可没安好心。借给他们，他们钓上来的鱼得分我一半。这大冷天的，有人替咱们挨冻钓鱼，不好吗？疯子，李维德那一家子可精明着呢，你就不怕他们钓了鱼藏起来，不分给你？这个是在所难免的，但我相信他们不敢。要是让我发现了，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峰哥，这是野猪。前些日子我就盯上这群畜生了。冬天大雪封山，他们没吃的，只能往阳坡这边的松树林里钻，找松塔和草根。印子还新鲜，走不远。只有一把枪，机会只有一次。一旦开枪，猪群眨眼就能跑没影，被挡住了，不能胆大。爹，后山传来的，那二炉子开枪了。爹，您说那瘪犊子能打着啥？听这动静，怕不是大祸。急什么？等他自己送过来就知道了。峰哥，这玩意儿少说100多斤一头，咱俩一人扛一头走回去，得走到天黑，半道就得累趴下。靠山吃山，先坐。峰哥，你该不会要献错一个爬里吧？不然呢？你背。
峰哥，这玩意儿真能撑住，柳条有韧性，压不坏。你在后面推，遇到上坡就使劲儿，下坡别让它滑太快。走。不走了。峰哥，快到屯子了，再拉几步就到了，咋不走了？再往前走就是屯子口，有人看见300斤猪肉，明天全屯子都知道咱打了野猪。那咋办？把猪就扔这儿？这地方离屯子太近了，万一让人瞅到。买。把爬岭推过来。这能行？雪一化不就露馅了？这几天零下30多度，雪化不了。就算是白天太阳晒，表面那层雪一化，底下的雪还是冻的。只要没人故意来这刨，谁也发现不了。走吧，回屯子，后半夜再来。峰哥，那2头猪埋在那儿，万一被狼刨了咋整？不会，那地方背风，狼不往那种地方钻。再说了，雪埋得那么深，狼鼻子再灵也闻不到。哟，疯子，提着啥好东西来了？肉。今天在山里碰上一头野猪，开了2枪才放倒。好家伙，真打着野猪了！疯子，你这枪法可以啊！运气好。爹，疯子送来野猪肉了。大队长，按规矩，打到猎物，大队抽3成。这头猪去了头尾和下水，净肉估摸着有50、60斤，我把3成肉给您送过来了。打了多大一头猪？不太大，也就100多斤。雪太厚，追出去2里地才补上第2枪。猪跑了不少路，肉不太肥。你开了2枪，我听着像是在同一个方向响的。是同一个方向，头1枪打偏了，猪受了惊往山沟里跑，我追上去补了1枪。雪地里追猪，一脚深一脚浅的，要不是路熟，根本追不上。那猪跑得快，等我把猪撂倒往回拖的时候，天都黑了。这大雪天的，拖回来手都快冻掉了。行了，肉放这儿吧，你回吧。下次进山注意安全，别为了头猪把命搭上。媳妇儿，那批肉送到了，赵福亮没起疑。那你快过来暖和暖和，锅里炖了肉汤，喝一碗去寒气。2头野猪，明面上交了1份，够家里吃到明年开春。风叔，明天还有肉吃不？明天炖猪骨头，管够。天刚蒙蒙亮，东屋的窗户纸透进一层灰白色的光。陈峰睁开眼，旁边李雪梅还在睡，胳膊搭在他胸口，呼吸均匀。他轻手轻脚把他的手拿开，冷空气激得他打了个哆嗦。峰哥，咱今天不拿枪，子弹金贵，打一发少一发。野鸡这种小玩意儿犯不上。走了40多分钟，两人钻进一片混交林，松树和桦树挤在一起，雪压在枝头，偶尔一阵风过来，扑簌簌往下掉。峰哥，这能有东西吗？一路过来连个脚印都没出现。陈峰蹲下身，把那根断开的干草茎捡起来看了看，断口湿润，是今早刚弄断的。旁边雪地上有几道浅浅的疤痕，3指朝前，那边1直朝后，步子迈得不紧不慢，像是在这儿待了有一阵儿了。陈峰慢慢探出头去，灌木丛后面的雪窝子里，2只野鸡正埋着头在刨食。走，去捡。小的给你，大的我拿回去炖汤。峰哥，你这手也太快了，我啥忙也没帮上。给你就拿着，以后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着呢。周恒没再推辞，把那只小野鸡用草绳绑好，拎在手里。下山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升到半空了，雪地上泛起一丝亮晶晶的光。周恒跟在后面，看着陈峰宽阔的背影，又低头看了看手里沉甸甸的野鸡，觉得这日子有奔头。这大清早的又弄着了。运气好，今晚炖汤。风叔，你昨天答应给我讲新的故事的，你别忘记了。风叔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跟着风叔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一会儿就讲。他是个当兵的，个子不高，长得也不起眼，但他在哪儿干活都最拼命，别人有难处他第一个往上冲。他是个啥样的人呀？当兵的。他不管在哪儿，他第一个往上冲，这不是谁逼他的，是他自己觉得应该这么做。有一回他外出执行任务，路过一个火车站，看见一个老大娘背着包袱正急得团团转。他上前一打听，老大娘是去外地找儿子，不识字，坐错了车。他二话没说，把自己1天的伙费掏出来，给老大娘一路送他上买票。那娘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我是解放军。那老大娘找到儿子了吗？那他饿不饿呀？饿，但他觉得帮别人比填饱肚子要紧。他日记里写过一句话，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过得更好。
写真日记啊？他读书可用了，没别人的时候，他就在蒲昌堂底下看书、学文化、抄报纸。他有一个笔记，上面写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。风叔，那后来呢？他那么厉害，后来咋样了？后来，他牺牲了。牺牲是啥意思？就是死了。有一天，他执行任务，站在车后面指挥倒车，年远路滑，一根电线杆倒下来砸中了他，没救过来。那他为啥不躲呀？不是不躲，他站在那儿指挥，是为了让别人安全。他看见车往后倒的时候，可以往旁边闪的，但他没有，因为他如果往旁边闪，车上的司机就可能慌了神，车会冲到更危险的地方。他就站在那儿，把该做的事做完了。那他疼不疼啊？应该疼，但他不怕疼。为啥不怕呀？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事儿是对的。你知道什么叫对的吗？就是该做的。对，所以他该走的时候心里没有后悔。他这一辈子虽然短，但他把该做的事儿做完了。他为啥不照顾好自己呀？他把自己照顾得挺好的，只是他把别人放在了自己前面，他觉得这是值得的。那他现在在天上能看到咱们吗？能看到，他在天上看着呢，看咱们有没有好好吃饭，有没有做该做的事。风叔，那你以后也教我做那种人。行，吃饭前先洗手，吃饭时别挑食，长大了当个靠谱的人。靠谱是啥意思？就是别人交给你的事儿，你放心上，你能做到。跟着峰哥真是踏实。首先，我的命是他给的。那天我躺在雪里，又饿又冷，可以说没有峰哥就没有现在喘气的我了。一个鹌鹑让我活了过来。从那天起，我跟着峰哥混，他教给我打猎，教给我人情世故，教给我如何不被别人拿捏，如何生存。最让我服气的还是打猎。他蹲在雪地里，一蹲就是半宿，冻得眉毛都白了也不动，就等一只野鸡落下来，一枪出去。也见过他一枪出去，野猪生倒地的样子。他从来没有采用第二把枪。我问他为啥，他说弹金贵，打一发发少一发。他说的不是弹，是活命的本事。更让我佩服的是，他从来不给我画大饼，就是一句跟着老子饿不死你。不知道我上辈子积了啥大德，命这么好，将死之人遇上了恩人。要被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？峰哥就是我的福。跟着他这样一个人，别说上刀山下火海，就是零下30度，让我去冰河上蹲一宿，我眼睛都不带眨的，因为没他早没我了。疯子这个人吧，但跟着他不慌，总是说最难听的话，办最实在的事儿。自从一场大病后，他就从二溜子变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屯子里的人说陈峰是个活阎王，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，可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。他就是个嘴硬心软的人，身上的硬都是给外人看的。以前觉得过日子就是挨一天是一天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早上睁眼知道今天有饭吃，院子里有柴火，晚上炕是热的。陈峰从来不说那些好听的话，他只会把东西往家里搬，把活干了，把事儿办了。我也慢慢觉得日子就是这么过的，不用那么多话。疯子，你真好，没你我们早活不了了。老子的人，老子不管谁管。在这大雪封山的东北，不管多冷多难，他都变着法儿的没让我们过上一点苦日子，真是幸福。雪梅，以后有一种东西叫电脑，方匣子通电就能看外面。电脑？啥电脑？想看啥就看啥，有人演戏，有人唱曲儿。还有一种叫网络的东西，像看不见的网，隔着几十里地都能看见对方的脸。隔着几十里地能看见脸，那得拉多长的线啊？不用线，用信号，就像嘎风，你看不见风，但能感觉到风来了。信号也一样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能把声音和画面送过来。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？说的跟真的似的。梦见的。那你说以后买东西咋买？用手机，巴掌大一块，点几下，想要的东西就有人送到家门口。不用去供销社排队。不用。不用拿票换。不用。不用背着粮食走10几里地去镇上。都不用。你躺在家里炕上，想吃啥呢？戳几下屏幕，过几天就有人给你送到门口。你骗人！我骗你干啥？以后还有汽车，4个轮子，不用马拉也能跑，比马快多了。从靠山屯到镇上，一眨眼就到了。那到时候出门就不用走雪路了？不用。也不用把脚冻得生疼？不用。你说的那个叫手机的东西，真能把东西送到门口？能。以后你坐在炕上，想吃啥都有人送来。
炸鸡、汉堡、奶茶、蛋糕，你听都没听过的东西，手指头一戳就到了。炸鸡是啥？鸡肉裹上面粉，放进滚油里炸，外头焦脆，里头嫩，咬一口滋滋冒油。奶茶呢？茶叶煮了，兑上牛乳，加糖，喝起来又甜又香。这些你都梦见过？梦见过。那你梦里有没有梦到咱家？梦到了。那以后，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些东西，你会不会变？变什么？就是觉得咱靠山屯太小了，觉得我们这些人没啥见识，想出去不回来了。出去干啥？外头再好，能有屯子里野猪肉香，能有你蹲在灶台前烧的火暖和。睡觉吧，明天我还得巡山。陈峰记得很清楚，穿越前那天晚上他在加班，出租屋的灯管坏了一根没换，半间屋子暗着，电脑屏幕的光把他的脸照得发蓝，桌上一桶泡面已经凉透了，油花凝在汤面上，筷子横在碗口。他没点开，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。那是2023年的秋天，他在北京5环外的一间合租房里，月薪8500，交完房租还剩4000。他没有女朋友，没有宠物，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自己会做饭。我下周打钱。电话挂断之后，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，直到屏幕熄了，屋子里全黑。再睁眼的时候，我躺在靠山屯东头一间土坯房的炕上，浑身疼得像被碾过一遍，身上穿的是一件灰色的旧棉袄，袖口磨得发亮，炕席硌着后背，屋里一股陈年柴火和旱烟混在一起的味道。原主是陈老师家的族子，爹娘都没了，剩一间房，一个媳妇儿、嫂子和侄女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出来了。我从由一个连灶堂都生不旺的城里人，变成了靠山屯最野的猎户。我被逼着去打猎来获取食物，我被逼着对欺负家里的人进行反抗。我学着爱我的村花妻子，我学着哥哥的样子保护嫂子和侄女。我从别人口的二溜子一步一步开始打猎，从用野鸡换的弹弓到弓箭，到队长给我的枪，再到如今的护林员。我不知道如果我不穿越我会有怎样的人生，我也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对原主这么大的变化产生怀疑，只是也突然喜欢了这样的人生。没有电子产品，没有那么多的朋友应酬，也没有快时代的便捷，但是有静下心来的踏实和安宁。不用吃老板画的饼，不用替同事背不该有的锅，也不用替朋友顶不该有的雷，也挺好。不知道没有我的庇护，他们是否安好？